女孩转学第一天，同桌就告诉她这个学校惹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惹校霸。正当女孩好奇校霸是谁的时候，弟弟云晨和几个男生笑着朝这边走来，可周围的同学看到云晨都下意识地低下头走开。苏婉清顿时懵了，校霸不会就是他弟弟云晨吧？这时夏雨萌还在一旁絮絮叨叨，你可能刚来，没有听到过云晨的光辉事迹，传说他打老师，硬生生的把之前教他们的物理老师逼得离职了。苏婉清惊讶地转过头看着夏雨萌，你说的是高26班的云晨吗？他是我弟。夏雨萌迟疑了片刻，惊得抬高了音量，我没听错吧？你是说高26班的云晨是你的亲弟弟？夏雨萌注意到周边的视线，尴尬地朝苏婉清笑了笑，那个婉清。夏雨萌话还没说完，远处的云晨就朝苏婉清这边走来，看着云晨走近，夏雨萌往苏婉清身后躲了躲。夏雨萌刚刚说的话实在是太快太爆炸了，苏婉清一时没有消化过来，云晨是校霸，好啊，他以为这小子只是上了高中，学业压力过大，成绩下降一落千丈也就罢了，可他千想万想，愣是没想到还有这一出。小小年纪，学霸没当上，校霸的名头却牢牢地戴在他头上，竟然还逼退了学校的老师，真是好样的。云晨朝苏婉清走来的脚步越来越慢，他有些迟疑，察觉苏婉清周边的气场有些不对。苏婉清看云晨走过来的速度越来越慢，越看越气，猛地上前拽住云晨的胳膊，狠狠地拉向自己这边。云晨，来说说你当校霸这些年的光辉事迹，我来好好瞻仰瞻仰。什么？云晨看着苏婉清这怒气冲天的样子，怂怂地咽了一口口水，他轻轻扯住苏婉清的袖子，弱弱地说，姐，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他身边的小伙伴们此时都呆愣木鸡地站在原地，大气也不敢出。此刻苏婉清还在气头上，他愤愤地想，怪不得命运系统给他看的未来碎片里，云晨会有那样一个结局，他真是活该。他这次转学的行动，现在看来是真的转对了，之后一定要好好把这小子拉上正轨。苏婉清一把甩开云晨轻扯他袖子的手，马上要上课了，给你1天的时间好好组织语言，今天晚上我们回家好好聊一聊。之后便挽着还在一旁懵逼的夏雨萌，径直朝教室大步走去。云晨沮丧地在原地站着，低着头，烦躁地揉了揉头发。苏婉清在下课期间登上了学校的校园贴吧，想要查查云晨的情况。刚刚输入云晨2字，一大堆消息就扑面而来。这几年云晨确实闯了不少祸，例如染金发进校园，和其他学校的同学在篮球场上打架，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贴吧上同学们提及最多的还是把物理老师逼出学校的事情。苏婉清看着手机，微微皱眉。贴吧上的云晨和苏婉清眼前印象中的云晨天差万别。那个小时候跟在苏婉清屁股后面边流眼泪边冒鼻涕泡的小哭包，是怎样成为正阳一中的教霸呢？云晨应该一直都是个心底善良、拥有底线的孩子啊。苏婉清真的不相信云晨会做出把老师逼出学校这种事的。下午一切都很寻常，苏婉清排空了脑子里的这些杂念，认认真真的听着课。贴吧上却炸开了花。在苏婉清把她的那张95分的入学分班试卷贴在年级的公告栏上之后，经过一上午的酝酿，所有人都知道了苏婉清变态的成绩，纷纷在下面膜拜着大佬。昨晚那些在网上疯狂发出垃圾言论的人，此刻脸痛的生疼，安静如鸡。之后，苏婉清是云晨亲姐的事情在贴吧上传出，她这下是彻底成了学校的名人，许多人纷纷在帖子下笑称苏婉清是大姐大，毕竟苏婉清是唯一一个治得了校霸的人。整个下午，苏婉清看着校园贴吧上莫名其妙的走向傻了眼，托她亲弟的福，苏婉清第一次和大姐大这3个字联系在了一起。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后，苏婉清收拾好书包，慢慢的走出教室的门，低头思考着回去对付云晨的对策。苏婉清正想得起劲，走到拐角刚转弯，就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苏婉清抬头，是许凌渊。那个，抱歉哈，走路时没有注意。苏婉清满是歉意。许凌渊抬眼点了点头，便迈着长腿走了。刚跑上来的王浩看到苏婉清，对苏婉清笑了笑，又继续去追许凌渊。许哥，你咋走那么快啊？等等兄弟。远处隐隐传来许凌渊的声音，人有3急。苏婉清突然觉得有些好笑，是怎么回事？放学，苏婉清和云晨一路无话的坐车回到了家。苏婉清一下车就径直走到沙发边坐下，抱胸直直的注视着云晨，说吧，大校霸。云晨抿了抿唇，闭口不说话，倔强的站在那里，不遵守校纪校规。我先不说什么，把你们物理老师逼出学校是怎么回事？云晨依然沉默，低着头不去看苏婉清的眼睛。云晨，你到底怎么回事？以前初中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啊。云晨不知道哪里的点被击到了，倏地抬头看向苏婉清，以前是以前了，现在的我就这样。他头也不回的走进自己的房间，重重的关上了门。苏婉清惊呆了，云晨从来没有对他这样大声说话过，如今还是第一次，怎么回事？青春叛逆期到了。苏婉清本以为今晚可以和云晨好好谈谈，没想到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莫名其妙的，苏婉清和云晨陷入了冷战，具体表现为第2天早饭时间，餐桌上静悄悄一片，没有人说话。晚上晚自习结束后，司机开车来接他俩，姐弟俩各自靠窗，坐在车子的两边，后脑勺对着后脑勺。这段时间也十分沉默。周末奶茶店，苏婉清和夏雨萌肩并肩的靠在一起喝奶茶，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人来人往的人群发呆。婉清，你和云晨还在冷战吗？夏雨萌喝了一口奶茶，关切的问道。苏婉清无奈的点点头，用手拿起吸管搅拌奶茶，真不知道这小子在想什么，明明他犯了错，居然还和我搞冷战。夏雨萌拖着下巴在一旁感叹，我真没想到私下的云晨居然还搞冷战这一套，有点别扭幼稚鬼的感觉。这还是我们正阳一中的校霸吗？我弟本来就不是校霸。苏婉清反驳道。叮叮，手机震动了一下，苏婉清打开手机，你好。
好，我是云晨的同班同学，我有些事情想当面和你说，是关于云晨逼退物理老师的事情，你现在有空吗？苏婉清赶忙站起身，往奶茶店门口走去，匆忙和夏雨萌告别。天气一天天的热了起来，等苏婉清急冲冲赶到约定地点时，背后热出了一身的汗。在一旁等待的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子。苏婉清看到女孩走过来时，对她挥了挥手，还未等苏婉清开口，她就急切地拉着苏婉清的手。我不知道云晨到底有没有和你说，其实他逼退物理老师的事情和我有关，是我求他不要告诉任何人的。女孩用手抹了抹微红的眼眶，哽咽道：我们班之前的物理老师对我进行了性骚扰。女孩艰难开口，盯着地面。云晨路过的时候发现了，气得打了那个老师一拳，那个老师怕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就离职了。我不想这件事被爆出来，就求云晨不要对外声张。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太好，让那个老师逃之夭夭了。但女孩抽噎了一下，断断续续说道：我怕别人知道这件事，被同学们议论。说完便用双手遮住脸，不敢再看苏婉清。云晨都是因为我才担上这样的污名的，我很感谢他，我真的是一个胆小鬼。苏婉清没有想到事情居然那么曲折，听到女孩说完后，心里莫名有些许难过。女生总是比男生要艰难得多，发生这样的事情，明明是受害者，却不敢声张，担心受害者有罪论，担心自己的声誉受影响，担心遭受别人奇怪的目光。大众的目光总是过多地聚焦在女孩子身上了。苏婉清拍了拍女孩的背，轻声的安慰：没有关系，这不是你的错。云晨他什么都不说，才是对你而言最合适的做法。毕竟那老师已经逃走了，留在学校的却是你。苏婉清轻轻握着女孩的手，现在就算曝光了真相，在学校里被议论的不是那个败类老师，却独独会是身为受害者的你。谢谢你理解我。女孩紧紧握住苏婉清的手，轻轻晃了晃，你不要被贴吧上那些留言所误导了。云晨他一直都是一个善良温柔的人，他才不是什么别人嘴里的凶神恶煞的叫爸。我知道。苏婉清桃花眼弯了弯，抬头看了看天空，眉宇间满是温柔之色。我一直都很相信云晨，即使在贴吧上看到这件事情，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相信他。我想发生的那件事一定是另有隐情。我的弟弟就算没有优秀的成绩，但他一定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如果你看到他小时候在我屁股后边冒鼻涕泡边哭的样子，就知道了。苏婉清朝女孩眨了眨眼，云晨小时候居然是个小哭包，变化真的好大哦。女孩惊讶地笑出了声。苏婉清笑了笑，和这个女孩肩并着肩坐在公园的椅凳上，畅聊着学校的趣事。天空是纯净的蓝，像是被颜料泼洒过，微风混着花粉香，轻轻拂动着女孩们的发梢。苏婉清和女孩愉快地挥手告别时，已经是傍晚了。她回家的路上路过超市，就去里面买了云晨从小爱吃的棒棒糖和旺仔牛奶。云晨他总是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偷偷的吃，直到现在还以为苏婉清不知道呢。苏婉清回到家里，径直上了楼，拿出瑜伽垫继续每日的刘田锦红跟跳任务。苏婉清想到还要跟跳几乎1个月，就默默的在心里流泪。刘教练虽然很可爱，但是他的训练还是很魔鬼的。苏婉清在楼下哼哧哼哧的跳着操，想着先把今天的运动任务和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再和云晨好好聊一聊。既然他还在单方面的和苏婉清冷战，那就用他最爱的棒棒糖和旺仔牛奶打头阵。云晨这2天十分不好过，他也不知道那晚怎么了，控制不住的对他姐大声说话，还重重的关上房门。其实在他关上房间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他从来没有这样和苏婉清说过话，姐姐一定对他很失望。云晨懊恼的想，这2天他一直忐忑焦灼着，苏婉清手里那把对他审判的大刀，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给他一个痛快。云晨在房间里漫不经心的打着游戏，他隐隐约约听见楼下有些许动静，老姐回来了。云晨立刻把手机丢在一边，悄悄地打开一道门缝，顺着楼梯的缝隙，他看到苏婉清手脚不协调，艰难运动的身影。刘教练的背景音乐隐隐约约的传来，他看着苏婉清精疲力竭地做着各种瑜伽姿势，又把门打开的更大了一些，探出了整个脑袋，头上的发丝微微凌乱。云晨在心里默默吐槽，基础的跳操还没学会就去挑战高难度瑜伽姿势，没有累死就怪了。他悠悠地盯着苏婉清的背影，幽怨地摸着门把手，恨恨地想到，有这个时间和刘教练跟练，咋没时间过来和他讲话呢？虽然他确实做得很不对，但老姐就不能先说一句话，给他一个台阶下吗？彼此这样不上不下的冷战，他真的要受不了了。云晨在心里恨恨地抱怨着，没有注意自己房间的门缝越来越大。此时苏婉清练得有些累了，弯腰喘口气，微微偏头，正和云晨的目光对上了。姐弟俩彼此沉默着，那一刻仿佛世界都静止了。此时的云晨模样很滑稽，大半个身子倾斜着，脖子伸得老长，下巴微抬，仿佛在够什么东西似的。苏婉清瞧着云晨这滑稽模样，一时没绷住笑出了声。云晨回过神，意识到自己的姿势搞笑，有些懊恼地挠了挠头，眼神四处晃悠，就是不看苏婉清。下来吧，我们聊一聊。苏婉清无奈地笑了笑，率先开口，拍了拍沙发，示意云晨下楼。云晨这才别别扭扭地下了楼，坐在离苏婉清不远也不近的沙发上，环胸坐着，长腿往前一放。苏婉清脸蛋红润，整个头发都被汗水淹湿了，用毛巾擦了擦，便从袋子里拿出今天傍晚去超市买的零食招云晨抛去。云晨还没想好应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眼前就有东西飞过来，他下意识地接住，定睛一看是旺仔牛奶和棒棒糖。旁边苏婉清的声音轻飘飘地传过来，你不是最喜欢吃这2个吗？那我今天下午去超市给你买的。云晨立即站起身，义正言辞地拒绝，笑话，他堂堂一个镇阳一中的校霸，怎么可能吃这玩意儿？他极力挽回形象，脑袋里不禁回想，难道老姐来前一天，他收拾屋子的时候，还有旺仔的垃圾他漏扔了？这不可能啊！他记得那天他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了很多遍的。好吧，你不要我就先放客厅里了。苏婉清善解人意地接下这个话茬，安抚着云晨这神奇又奇怪的自尊心。因为旺仔牛奶这一茬，姐弟俩周边的气氛松弛了不少。我知道了。苏婉清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一本正经地对云晨说。云晨不解，知道什么了？
苏婉清言简意赅道：“真相，你逼退物理老师的真正原因。”云晨书弟坐直身子，神色僵了僵，沉默了一会，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云晨答应那位女同学谁也不说的，为了不让流言四起，他闭紧嘴巴，谁也没告诉。现在他姐知道了原因，难道消息走漏了？别多想了，其实是今天你们班的那位女同学过来找我了，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苏婉清顿了顿，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云晨，在我看来你做的没有错，如果我是你，我也会选择不说，这是为还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女孩子考虑。苏婉清眼睛晶亮，嘴角泛起笑意。云晨，姐姐一直都很相信你，我的弟弟不会那么没品的。云晨有些全身不自在。苏婉清虽然平时温温柔柔的，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直白的真诚的夸奖他，从来没有如此坦言说十分信任自己。他别扭的换了一个坐姿，脸紧紧绷着，极力想要压住嘴角忍不住泛起的弧度，但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好看的桃花眼里盛满了被表扬后的喜意，嘴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憋了好半天才哼了一声。苏婉清坐在一旁，带着试探诱导：“云晨，既然你逼退物理老师的事情是假的，那贴吧上那些染金发、逃课打架的事应该也是假的吧？”云晨眼里的喜悦霎时没了，为什么突然拐到了这些事上来？他还没有组织好语言回答呢。云晨缓缓摇了摇头。苏婉清眼里满是期待和惊喜：“是假的，快说是假的，是假的，我弟一定还是那个记忆中乖乖巧巧的少年。”他在心里祈祷着，贴吧上的那些都是假的。云晨艰难的开口：“是真的。”说完便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回了房间，希望落空。苏婉清看着云晨的背影，气得鼓了鼓脸，站在沙发上叉腰朝他大喊：“云晨，你这个小崽子，你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我不让你校霸变学霸，本小姐就不姓苏。”第二天早晨，姐弟俩在餐桌上吃饭，云晨边吃边打着哈欠。苏婉清从书包里拿出一沓资料摔在云晨眼前，他昨晚在床上左思右想睡不着，觉得不能放任云晨继续这样玩物丧志下去了。云晨现在没有变坏，没有丧失三观且还是个人，这并不代表他以后就还有三观就还是个人。苏婉清琢磨了半天，觉得还是得把云晨放在眼前看着比较好，于是连夜制定了一系列帮助他提升学习的计划。他抱胸站在云晨面前，指了指桌上厚厚的学习资料：“这些还有这些，你都要在这次月考前给我看完。这次月考我要看到你的成绩进步，不要再给我考倒数了。”苏婉清想起云晨的成绩就觉得没眼看，想他年年拿年级第一，怎么会有一个倒数第一的弟弟？他和云晨是龙凤胎，不应该有这样的差距。云晨默默地咽下一口包子，看了看这厚度惊人的资料，劝说道：“姐不至于，咱真的不至于，不至于。”苏婉清横了他一眼：“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对你进行改造，爸爸妈妈忙，就由本小姐亲自监督你。”云晨缩了缩头，暗暗打了个寒战，他怎么有种十分不好的预感呢？到了学校，姐弟俩各回各的班级。临走前，苏婉清招云晨抛去一个你等着的表情。云晨在心里叹气，他怎么感觉老姐这两天有点逐渐暴躁了呢？温柔的姐姐是不是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呢？云晨背着早上苏婉清给他的一大堆资料，脚步沉重的踏进教室。白泽在一旁赶着作业，瞧见云晨身上的哀怨气息，拍了拍他的肩：“云哥咋了？还跟咱姐冷战了？”云晨摇了摇头：“没昨晚说开了，不过我姐知道我的校霸身份后，好像要改造我。”他从书包里拿出那一沓厚厚的学习资料，重重的放在桌上。白泽趴在桌上笑得快要岔气，贱兮兮的凑到云晨身边：“云哥，没想到你还有今天。”云晨伸手推了一下白泽的肩膀，笑骂道：“给老子滚！”之后便默默地拿起笔，开始写清姐布置的作业。高二一班，苏婉清走进教室时，里面很安静。英语老师正靠在讲台上，看到他进来，老师朝他点点头，带苏婉清坐到位置上。英语老师扫视了一下四周同学的脸，拍了拍手道：“好了，人来齐了。接下来我说一件事。”全班同学见状都抬起头来，停下了手头的动作。为了锻炼我们学校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我们学校决定举办一次英语演讲大赛，每个班都有2个名额。英语老师敲了敲桌子，值得注意的是，英语演讲比赛是全校组织的，每个年级都要放在一起比。台下的同学们一听，开始窃窃私语，居然要和高3的同学一起比赛，这个场面一定很刺激。刺激是真的刺激，但我们可以干过别的年级吗？首先咱们年级的文科实验班就很难对付，更别说高3年级那些大佬了。台下的同学议论纷纷。英语老师见状，拍了拍桌子笑道：“咱班的同学要加油呀，老师看好你们哦。今天我们的英语课就花一半的时间来选出我们班的2名代表。”说完便踩着高跟鞋，身姿窈窕地走出教室。说来也奇怪，苏婉清发现从小到大教过她的英语老师都很漂亮，每天一件衣服都不带重样，身上还有很好闻的香水味。没想到来到这，英语老师也是这样。看到这样的老师，真的很赏心悦目，上课都能更加专注几分。毕竟谁不爱美女呢？因为英语老师的这段话，早自习下课后，周边的同学都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高3那层楼看过？王岩在教室后头故作玄虚，周边聚集了一堆人。我有一次闲着无聊，就拉着云哥和我一起去看看，瞧瞧高3那群大佬们在干什么。你们真应该看看高3年级那个走廊里的优秀人物，他们的战绩真的非常惊人啊！尤其是一个叫宋雨薇的学姐，听说英语听说很牛，从小在英语的熏陶下长大的。说完，王岩用胳膊肘推了推周慕白：“是不是阿白哥？听说我是你的表姐。”周慕白架不住王岩不停的推搡，靠在椅背上无奈地点了点头。周边的同学听着宋雨薇的名字，也都觉得很耳熟。果然大佬的名声是可以跨越年级的。因为王岩这些话，周边的同学都有些紧张，斗志也有些降低了。照这么说，咱班一点胜算都没有了。我还幻想着咱班大杀四方呢。哎，哪能啊！王岩摆了摆手，手指向夏雨萌的方向。那位可是咱班的英语课代表，实力也是杠杠低，最起码能挺进决赛圈嘛。众人顺着王岩手指的方向看
看了看正在和苏婉清笑嘻嘻不知道在聊些啥的夏雨萌，点了点头。的确，他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实力也是很强的，实在不行还有咱们白哥。王岩拍了拍周慕白的肩条，侃道：“咱们白神只要单靠颜值，仅仅往那里一站，便能让大杀四方了。”围在一起的众人听完，都哄笑成一团。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白神的英语和他的理科一样出名，理科是门门接近满分，而周慕白愣是在英语满分150的情况下考出100分来，这可把他们班的英语老师气得够呛，恨不得天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念叨。周慕白拿书拍了拍王岩的大腿，也不见得生气，好脾气的任他们调侃。前头的苏婉清正和夏雨萌聊着天呢，就听见教室后头的阵阵笑声，抬眼望过去，只见周慕白那边被众人包围着，修长的腿随意的搭在地上，手里的笔不停的转动着，嘴角微微弯起一丝弧度，黑发闪着色泽，周边散发着独特的气场。根据最近的观察，周慕白在全班很有威信，他虽然是一个酷哥形象，但周边总有莫名的磁场，让同学们总喜欢围在他桌边。夏雨萌顺着苏婉清的视线望过去，看到了被人群包围着的周慕白，他拱了拱苏婉清的手臂：“你不觉得我们班的白神超帅的吗？他周边总有种莫名的气质，真的杀到我了。”说完视线又往周慕白身边的王岩看去，此时的王岩正不知道在夸张的说些什么，眉飞色舞的样子。夏雨萌皱了皱鼻子嫌弃道：“不像王岩，整天叽里呱啦的，烦都烦死了。”苏婉清最近也发现，别看夏雨萌一副柔柔弱弱的小白花长相，私底下却是个小花痴追星族，特别喜欢看帅哥和美女的脸。每节英语课总会痴痴的盯着英语老师的脸看，一下课就会疯狂讨论英语老师最近的香水和妆容，导得苏婉清最近每次碰到英语老师也会不自觉的嗅嗅鼻子，眼睛也会不自觉的盯着瞧。2分钟后，苏婉清的演讲结束，波澜不惊的走下讲台，看着众人赞许的目光，自信的弯了弯嘴角，甜美的笑容里混杂着一丝飒意，格外引人注目。待他落座，旁边的夏雨萌朝他赞许地笑了笑，在课桌下偷偷伸出手比了个大拇指：“还是你牛。”苏婉清撩了撩额前的碎发，表示一切都是小意思了。后面的同学们纷纷上台，可是有着苏婉清这样的珠玉在前，后面同学的表现也都黯淡无光了。夏雨萌也表现得毫不逊色，虽然没有美式腔调，但逻辑十分清晰，临场反应能力也很强，口语更是十分流利，众人的眼光是雪亮的。苏婉清和夏雨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高2一班英语演讲比赛的代表，英语老师很满意，对他们充满了期待。不过，在英语演讲比赛初赛开始之前，叶舒需要充分地准备这次月考，他想要看一看，凭自己的实力到底能够在镇阳一中排多少名。时间过得很快，1个月马上就要过去，月考也即将来临，实验班的氛围也开始慢慢变得紧张起来。虽然这仅仅只是一次月考，但是对这些学霸们而言，却是厮杀的战场，是亮出真本事的地方。每个课间，教室里聚在一起玩闹聊天的人变少了，同学们大多都坐在位置上，制定着自己的复习计划。叶舒的任务很紧凑，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复习，在复习之余还要完成系统给的任务。每天的刘田景洪跟练真的要了他的老命。周胜每次下楼喝水时，看到他老姐每天无论多晚都坚持不懈的跳操，感到十分震惊。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老姐的恐怖程度。每次看到叶舒自律的模样，心里都会遭受暴击，只得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不和变态比，不和变态比。而且周胜发觉，自从叶舒和他住在一起后，他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养成了较为良好的习惯。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学他姐列好这一天需要做的事情，按轻重缓急排序，逐一完成，并且每天安排的任务没有完成，他是不会睡觉的，严格遵守着当日事当日毕的原则。周胜在月考前几天都叫苦不迭，他每晚晚自习下课回家的路上，叶舒都会抽背他一些知识点，就连回到家后，他姐都会给他额外开小灶，给他画出考试重点和可能会考到的题目。叶舒为了周胜能够摆脱倒数第一的位置，真的是煞费苦心了。叶舒常常在心里默默感叹，就他为周胜做的事情，是周胜他们班的班主任见了都得要感动的流泪的程度。就这样一天天的日子充实且快速的划过，月考转眼间就到了。学校安排了3天的时间月考，考试顺序依次为数学、英语、物理、语文、化学、生物。叶舒和林西西在教室门口分别后，拿着涂卡笔、水笔、准考证迈进考场。他惊讶地发现陆羽就坐在自己旁边，他们俩的位置中间有一个宽长的过道。叶舒在自己的位置落座后，朝旁边的陆羽点头笑了笑。陆羽坐在位置上，对上叶舒满面的笑容，转着笔的手顿了顿，僵硬且迟疑地朝叶舒点了点头。陆羽表面上面无表情，内心却满是问号。为什么叶舒每次见到自己笑容都那么灿烂？他难道不知道我和周胜是死对头吗？这好像不应该是合理的神色啊。叶舒不知道陆羽这充满疑问的内心所想，他只以为陆羽天生性格如此，毕竟是个酷哥嘛，冷漠的外表就是他行走的标签。叶舒忽略了对方奇怪的反应，他手撑着下巴，在脑海里播放着最近他最喜欢的流行音乐，默默等待着考试开始。在脑海里播放音乐是叶舒的习惯，他每次考试前都会在脑海里播放一些他最喜欢的歌，这样做可以让他的心情愉悦，并保持良好的状态去参加考试。不一会儿，考试时间到了，讲台上的老师分发完试卷后，教室里便响起了哒哒哒动笔写字的声音。叶舒拿到试卷，先前后翻了翻试卷，看了眼大概的题型，心里有数后才落笔写题。先考的是数学，叶舒从头到尾做下来都很顺利。
虽然最后一道题他卡了片刻，但是叶舒脑袋灵光乍现后，答案便一溜烟的通过他的笔尖往外冒。监考老师坐在讲台上观察着众人的反应，大多数人做的都有些抓耳挠腮，面红耳赤，草稿纸打了一面又一面，唯独教室中间的一男一女一脸气定神闲的模样，淡定且飞快地刷着题，并且几乎是同时翻面，和周边的同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快的，考试结束了，教室铃声响起前1分钟，还有人在不停地动作笔。等监考老师收完试卷走出教室的时候，考场里的同学们都炸开了锅，纷纷抱怨着题目的难度，又都小心翼翼地对起了答案。对答案极其考验着同学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互相说出答案的前1秒钟，每个人的心都会高高抬起，凭着一口气。若答案相同便还好，心里仿佛有一丝底气，会淡定些，两者皆大欢喜。若是答案不同，那场面就会和菜市场买菜一样喧闹，甚至会比这还吓人。相同答案的人会成为同一个阵营，纷纷说出自己的看法，试图说服另一个答案的阵营。而终结这混乱的场面的，只能是大家都认可的学神一样的人物。叶舒跟着陆羽一道往外走，身后跟着一群问答案的同学们。每当陆羽往外蹦出一个答案，后头的同学们便理所当然地把它当作正确答案，各自在陆羽和叶舒的身后兴奋和懊恼。在陆羽往外报答案的时候，叶舒也在心里默默地比对着自己的答案。很神奇，他和陆羽的答案一模一样。陆羽真的很厉害。叶舒走在陆羽的旁边暗自感叹，当然他也不差。叶舒在感叹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心里表扬自己。第14章，起始于一个美妙的误会。叶舒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发现后头的同学越来越少了。他下意识地跟在陆羽身后，陆羽在旁边走着，步伐越来越慢。他走了几步，靠在一边，想等着叶舒先行。谁知叶舒的脚步也越来越慢，停下来，也靠在一边。陆羽暗暗挑了挑眉，终是迈出长腿，继续往前走。无论他走得多快，后头那位也一直紧紧地跟着他。他跨2步台阶，企图甩开后面那位奇怪的家伙，谁料叶舒也跨了2步。陆羽轻轻皱了下眉，忽地看到前方厕所的标志，嘴角微勾，状似无意地看了叶舒一眼，踏步朝男厕所走去。他插着兜，目不斜视，耳朵微微竖起，仔细听后面的动静。后面的脚步声一直有规律地响着，轻轻的，稳稳的。终是走到了男厕所门口，后边的脚步居然还在跟着。陆羽的面瘫脸上隐隐露出不耐，在厕所门口忽地停下，神情僵硬。真的没有想到，长得挺好看的姑娘居然如此变态，竟然想要跟着我进厕所，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陆羽忽地想到了什么，哦，对了，回想起他每次对自己笑得特别灿烂的样子，即使知道他是周胜的死对头，那双眼睛依然深情地望着他的样子，陆羽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难道叶舒他暗恋我，甚至是要明恋我？陆羽那张冷漠的脸终究是破了功。他知道自己这张脸长得很帅，身材又很好，学习成绩那就不用说，很多人暗暗喜欢他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周胜他的姐姐真的是独一份了，居然跟着他跟到了男厕所，如此变态的喜欢还是第一次见。叶舒并不清楚陆羽的脑袋里在七想八想什么，他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忽的头撞到了一个人的背，没想到有人的背居然这么结实，把他的脑袋撞得生疼。叶舒终于回过神，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跟着前面的人走到了男厕所。叶舒尴尬的不行，急忙往后退了退，又不停地对着前面那个背影抱歉。眼前人的身影一动不动，叶舒感觉奇怪，往前一步，同学，你没事吧？陆羽终是不耐，面无表情地转过头。叶舒看着眼前的人，更加尴尬了。自己刚才在神游什么？跟着别人来到男厕所已经很奇怪了，更何况自己跟着的人恰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那就更尴尬了。叶舒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或者让眼前的人记忆消失。面前的陆羽眼神颇为复杂地看着他，神情古怪，沉默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我没事。又顿了顿，倚着身子靠在男厕所的门旁边的墙上，意味深长地看了叶舒一眼。高中生要好好学习，别把心思过多地放在别的人或别的事情上。别的人这3个字陆羽还特地着重强调了一下。叶舒愣在原地，颇为不理解陆羽的脑回路，为什么他要站在厕所门口，语重心长地对自己说要好好学习之类的话？他明明只是问他有没有事。或许学神的脑回路就是这么奇妙。叶舒站在原地，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对学习一向很认真的。说完又觉得太过生硬，对陆羽展颜一笑。陆羽定定地看了他几眼，脸上又恢复了冷淡的神情，单手插兜，缓步走进男厕所，又停了停，背着身子对叶舒说：不要跟进来了，女厕所在旁边。叶舒站在男厕所门口，神色尴尬，这真的是怎么也解释不清了。他假意清了一下嗓子，状似只是途径男厕，径直朝女厕所走去。等叶舒上完厕所回到教室，他发现陆羽已经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了，周边围了一群人，正在讨论刚才的数学题目。林西西看到叶舒回来了，马上拉住他的手：叔叔，你刚才去哪了？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叶舒想起刚才的事情，有些尴尬和丢人，
快速的说了一句：“去厕所了。”又飞快的转移了话题：“教室怎么吵吵闹闹的？”林西西一脸习以为常道：“同学们都在讨论刚才的数学试卷呢。你瞧后头，他们都围在雨神身边求答案呢。”林西西想起这次的数学考试，就苦着脸哀声抱怨道：“这次的数学试卷好难啊，我最后一题都有些没想出来。”李佳彤坐在叶舒的身边，复习着下场要考的英语，听见林西西的鬼哭狼嚎，轻声安慰道：“没事，你难大家也难吗？况且你每次考的不是挺好的吗？”叶舒在旁边轻声附和。林西西有被这句话安慰到，又恢复了心情，兴致勃勃地与叶舒和李佳彤说起他刚刚听到的消息。听说这次的数学试卷是咱们班的老王出的，真的完全看不出来，老王平时笑眯眯的讲课，没想到这出试卷出的这么狠。叶舒拍了拍林西西的肩：“哎，单纯的娃子，你没发现咱们老王的腹黑属性吗？他出难度大的试卷一点也不奇怪，好不？”李佳彤点了点头：“没错，你难道忘了老王每天上课虐我们的样子了吗？”林西西回想起老王每次上课出的一道变态题，深有感触。叶舒发现每次考试的那几天，时间都过得飞快，毕竟考完一门，几小时就过去了。考试总要消耗掉太多脑细胞，叶舒饿得前胸贴后背，和林西西一起奔向食堂疯狂干饭，补充体力。周胜和叶泽明正端着餐盘找座位，忽地看见他姐，眼睛一亮，便带着叶泽明到叶舒的桌子前坐下。“考得怎么样？”叶舒咽下一口饭，关切地问道。“别提了，老姐，这次试卷也太难了。”周胜戳着盘子里的菜叹气。“不过姐你真的很神哎，有几道题都被你押对了，给你比个赞。”叶舒弯了弯眼睛：“小意思，小意思。”旁边的叶泽明趁机和叶舒和林西西打招呼。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愉快，忘记了上午考试的紧张。回到教室里，林西西凑到叶舒身边道：“叔叔，周胜完全不像贴吧里传的那样哎。”叶舒扬了扬下巴，肯定地说：“那是，我弟一直都是个礼貌的好孩子。虽然他之前逃课打架，违反校纪校规。”叶舒越说越汗颜，顿了顿：“总之，无论如何，我都会让他乖乖的。”说完还不忘肯定自己一声。林西西在一旁偷笑，他发现叶舒真的好可爱。3C 第15章游乐园的相遇。接下来的几门考试，叶舒答的都很顺利。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会考得怎么样，但是感觉已经发挥出了自己的基本实力。只是他在去考场和回教室的路上，都不太敢和陆羽走得太近。那天差点跟着陆羽走进男厕所的事情，实在是太尴尬了。只要一在脑子里回想起那个画面，他的脚趾就可以抠出一个3室一厅来。月考完后便是双休日，叶舒觉得考完试后就得放松排解一下压力，让自己能够元气满满的迎接接下来的学习。周胜听到他姐的提议，眼睛都亮了，完全是举双手双脚赞成。要知道月考前2个星期，他被他姐压抑的有多惨，天天摁着他的头使劲学。叶舒几乎想要把他的脑袋撬开，把知识点一股脑儿的全灌进他的脑内。姐弟俩和叶泽明、林西西、李佳彤约好一起去最近新开的游乐场玩耍。游乐场最近在 B 市热度很高，很多个网络博主都发了宣传，并给出了许多个游乐园游玩攻略，搞得这群小伙伴们也都十分心动。星期六上午，阳光正好，天空蓝得像一张透明的蓝纸，几片薄薄轻盈的白云随着轻柔的风缓缓地移动。几人约好在游乐场门口相见，叶舒和周胜便骑着共享单车往目的地骑去，拒绝了司机师傅想要开车送他们去的提议。姐弟俩贴在马路内道，一前一后朝着游乐园进军。周胜骑在叶舒前面，打着导航带路。少年白 T 黑裤，发丝被风吹得飞扬，衣服微微鼓起。街道两旁的香樟树在9月底长势也十分喜人，树枝舒展，枝叶繁茂。沿着街道往前望去，便是一大片浓浓绿意。叶舒跟在周胜身后，眉眼舒展，感受着自由快乐的空气，任由温柔的风穿过自己的发梢。没过多久，姐弟俩便在游乐园门口停下共享单车。林西西他们还未到约定时间，便兴奋地早早地站在游乐园门口了。叶舒和周胜停好共享单车，远远的便看到林西西在远处挥舞的双手。姐弟俩与小伙伴们最终在游乐园门口集合成功。游乐园门口很热闹，彩色的泡泡顺着风在空中飘飞，人们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小孩子在地上疯跑，时不时地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卖玩具的小贩拿着各色各样的玩具，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总之，游乐园就是一个盛产快乐心情的糖果罐头。任何人来到游乐园，都会被周遭愉快的氛围所感染，心里总会浸着一丝甜意。叶舒和林西西也被卖玩具的小摊所吸引，拉着其余的3个男生一起去小摊前瞧瞧，嘴里还不停地嚷着这些玩具都太幼稚的少年们，最终不知是被什么所蛊惑，离开玩具小摊前，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样玩具，彼此望着互相手里拿着的玩具，不停地吐槽，手里玩耍的动作却是没停。嬉戏片刻，叶舒他们根据游园攻略选择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路线，开始今天的旅程。此时，陆羽和王岩也直直地站在游乐园门口，两人中间还有一位打扮得很卡哇伊的小女孩。
陆羽本来准备考完试在家睡大觉的，无奈王岩的电话疯狂轰炸，求陆羽和他一起去最近新开的游乐园玩耍。当然王岩表示主要目的是为了带他表妹，表妹今天被放到了王岩家，王岩的爸爸妈妈都很忙，只得王岩亲自来带。他又闹不住小魔王一直吵着要去新开的游乐园玩，又觉得一个人带着小屁孩去有些无聊，只得求着他的宇哥了嘛。此时兄弟俩静静地站在游乐园门口，两人手里还牵着一位甜甜的小女孩，两个帅气少年和一只萌娃的组合十分惹人注目。王岩一把子搭上陆羽的肩，走着兄弟，就当提前锻炼带娃能力了吗？再次感谢大佬相陪。陆羽挑了挑眉，率先迈开步子向游乐园进发。小表妹全程都很兴奋，小短腿就没有停下过，眼睛亮晶晶的，浸满着快乐因子。陆羽和王岩万万没有想到带个娃居然那么累，他俩用一个冰激凌暂时安抚住这个小团子，便坐在路边的椅子上休息。陆羽眉眼间透出些生无可恋，他看了王岩一眼，王岩立刻领会，给他泡了瓶水，又敲了敲陆羽的胳膊，兄弟，幸亏你来了，不然我一个人带这个娃的累瘫。陆羽没工夫说话，点了点头，一个劲儿的往喉咙里灌水，抹了把汗，兄弟俩背靠着椅背，甜甜坐在他俩中间，舔着草莓味的冰淇淋，大眼睛不停地眨着。哥哥，你真好看。小团子吃完冰激凌，便撅起嘴巴，重重地往陆羽的脸上亲了一口，留下了一团草莓味的湿漉漉的口水印。陆羽神色微僵，靠在椅背上的身子也微微坐直，一动也不动。王岩在身旁打趣：甜甜，陆羽哥哥帅，难道你表哥不帅吗？快，也亲亲表哥。甜甜转着身子，闭嘴，怎么也不肯亲。他一把抱住眼前的帅哥哥，躲在他的怀里，奶声奶气地说：陆羽哥哥，我想去玩旋转木马，你带我去玩好吗？甜甜最喜欢你了。他们坐下休息的地方对面刚好是旋转木马，五彩斑斓又梦幻的木马一下子就抓住了甜甜小姑娘的视线。刚刚吃冰激凌的时候，甜甜的眼睛都一眨不眨地盯着对面。陆羽在被甜甜亲完一口后，高冷酷哥的形象差点崩塌，他努力绷住形象和表情，拿张餐巾纸擦掉脸上的草莓味口水。不知是心理原因还是什么原因，陆羽总觉得自己的左侧脸蛋上还残留着草莓的香气。屈服于小团子的甜甜攻势，陆羽一把抱起甜甜，迈着长腿往旋转木马走去。如果仔细看陆羽的神情，就能察觉出一丝他的别扭和羞耻，但总体上还是被陆羽掩饰得很好。陆羽从小就不爱玩这种软萌的设施，小时候只爱和他爹一起玩枪战游戏和赛车游戏，简称男人之间的决斗。长大了便更加注重自己的帅气形象，一点可爱的东西都不会沾的。陆羽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败在小团子的甜甜攻势下，做起旋转木马来。王岩在椅子上努力憋笑，憋得肚子抽痛，眼前的画面实在是太搞笑了。陆羽一本正经地抱着小团子，坐在粉粉的木马上，手里抱着一只团子。粉团子开心地笑着，陆羽安静地自闭。此时叶叔一行人从鬼屋出来，纷纷买了冰激凌压压惊。一行人在旋转木马的对面坐下休息，伴着旋转木马悠扬的歌声，他们和坐在旋转木马上的陆羽视线在空中交汇。叶叔一行人，陆羽，第16章，也许这就是年华正好。周胜率先反应过来，从兜里掏出手机，对着陆羽一阵猛拍，边拍边挑衅道：没想到咱们堂堂校草竟然喜欢粉色软萌的小玩意儿，值得纪念一下。叶叔看着在旋转木马上还保持着高冷表情的陆羽，这种反差萌的感觉让他也控制不住地弯起嘴角，但他还记得要把周胜培养成一个礼貌友善的少年。叶叔敲了敲他的肩：周胜，好好说话。此时旋转木马停下来，陆羽单手插兜，牵着小团子朝叶叔一行人走过来。旋转木马另一边的王岩看着陆羽朝反方向走去，一脸奇怪。他跟在陆羽身后，忽地看见远处一脸挑衅的周胜，才反应过来，陆哥这是碰到他死对头了。陆羽和周胜是互相看对方不太顺眼，俩人都常年周一在升旗仪式后讲话，当然陆羽是作为好学生代表上台讲话，而周胜则是在台上检讨。陆羽总觉得周胜太拽，摆出校霸的样子实在是过于中二没眼看，而周胜呢是觉得陆羽太装，天天摆出一个高冷的样子装酷，实则是个大闷骚。不得不说，这俩人一个打眼的功夫便能看出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是天生气场不合，陆羽和周胜每次碰到都会夹枪带棒的。王岩快步走到陆羽身边，和叶叔他们一群人打了个招呼。陆羽看王岩过来了，便把小团子交到王岩手里，便抱胸挑眉，看了一眼周胜手里的玩具枪，轻嗤道：你手里的这个玩具枪也很有童心啊。两个男生互相对峙，1.8米的身高配上张帅脸，即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也格外引人注目。叶泽明则看热闹不嫌事大，在后面吹口哨起哄。林西西在一旁挽着叶叔的手，嘴角露出奇怪的弧度，眼睛发光地盯着周胜和陆羽使劲瞧，清丽的小脸蛋上满是兴奋。李佳彤作为他们高二一班的班长，此时坐在椅子上，淡定地吃着香草味冰淇淋，一个劲儿地逗着被王岩牵着的甜甜。往这边看来的路人越来越多，叶叔看着周边一个比一个不靠谱的小伙伴，无奈地扶了扶额头。
他上前站在他们俩中间，挥起手阻断他们的视线。好了，你们不要再打闹了，没看到路过的人都看着你俩吗？叶舒站在中间，抬头看着他俩。他第一次觉得男生真的好高啊，他和他们居然整整差了一个头。不应该啊，他和周胜明明是龙凤胎，他完全不服。暗暗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多做长高的运动。见他俩不动，叶舒先狠狠地瞪了周胜一眼，示意他赶紧适可而止，又转头看着陆羽，转移话题。哎，陆羽，刚刚你抱着的是你妹妹吗？叶舒是那种很容易忘记不愉快和尴尬的乐天派，他自然地和陆羽搭话，显然已经把之前的事翻篇了。陆羽的记忆力却好得惊人，他看见叶舒凑近，便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换了一个姿势，坐在李佳彤的旁边，淡淡道：“不是。然后呢？没有下文了吗？这该让我怎么接？”叶舒在心里疯狂吐槽，学神就那么高冷吗？每次说的话，要么就言简意赅，要么就让人摸不着头脑。王岩看他俩沉默地站在原地，出来打圆场。不是，她是我表妹甜甜，今天她的父母把她放在我家了，我就带她来新开的游乐园玩。甜甜小姑娘此时虽然被王岩牵着手，却被这一群帅哥哥和漂亮姐姐迷了眼，感觉眼睛都看不过来了。她走上前，一把抱住了周胜的大腿，甜甜地说道：“哥哥，你真好看，甜甜最喜欢你了。”周胜原本还在不爽，被小团子呼噜一下顺了毛，便抱起甜甜逗她玩。刚刚还被冠为最受甜甜喜欢的人的陆羽，这小姑娘可太会了，长大后岂不是得玩海水？所幸的是，经过叶舒这一打岔和甜甜小姑娘的抱腿攻势，陆羽和周胜总算没有了之前的剑拔弩张，俩人只是各自待在一行人的两边，相隔最远的距离，彼此不看对方。两队人马相遇的时候已经将近傍晚了，又经过刚才那一折腾，天边已被下山的太阳晕染成昏黄的颜色。他们一起往游乐园出口走去，准备回家。叶舒经过游乐园门口的巨型牌子时，提议道：“我们要不一起拍张合影吧？难得我们一起来游乐园玩呢。”小伙伴们在一旁附和，除了周胜和陆羽，他俩纷纷表示不想和对方在一起照相。不过叶舒表示他俩反对无效，谁让票数是4比2呢？少数服从多数嘛。叶舒当即社牛的找了一位路人帮忙拍照。3、2、1，茄子！咔嚓一声，画面定格。彩霞之下是笑盈盈的脸蛋。此时此刻是时光正好，他们青春靓丽，光彩耀眼。旁边路过的人看到这个画面，也忍不住会心一笑。一伙人在游乐园门口拍完合影后，便各回各家各找个妈。一回到家，周胜便瘫在沙发上，完全没有在外面的形象。叶舒坐在周胜旁边，靠在沙发背上休息。周胜把头埋到沙发里，有气无力道：“姐，今天谁做饭啊？阿姨今天有事请假了。”叶舒喝了口水，缓了缓：“攒点外卖吧，实在没力气了。”吃饱喝足后，姐弟俩便靠在沙发上一起看了部喜剧电影。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是电影太好笑了，又或许是此时此刻的小快乐和小幸福，周胜和叶舒都笑得特别开心。第17章，所有学生最害怕的是周六好好放松了一番后，周日叶舒便拉着周胜去图书馆学习去了。叶舒还始终记得未来碎片里周胜长大后坐牢的惨样。他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叶舒决定要把周胜先拉进学习的海洋里，感受学习的快乐，接受学习的磨砺。叶舒坚信学习能够很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锻炼一个人的耐心，千锤百炼出一颗强大的心脏。这样遇到任何事也便可以3思而后行，不再冲动行事，分清利弊。而且有着忙碌学习的功夫，周胜也就没时间学坏了。周胜此时正坐在叶舒对面思索题目，他如果知道叶舒的心理想法，一定会大喊老天啊之类的话，来表示他被叶舒镇压的不满。叶泽明也坐在周胜旁边，苦思冥想着题目。他发现自从叶舒回到 B 市后，他约胜哥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少。以前双休日两人可以窝在房间里打一天的游戏，现在想约周胜简直比登天还难。叶泽明觉得没有他胜哥的带飞，游戏也渐渐变得索然无味起来。没办法，山不来救他，他便去救山。这不，他就早早的来到了图书馆，和周胜他们碰面，开启了他爸妈看到都会惊掉下巴的学习模式。一上午的时间过得飞快，临近中午，图书馆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叶舒在自己的计划表上打了个勾，轻轻地伸了个懒腰，走吧，咱去吃饭，今天我请客哦。周胜和叶泽明听到吃饭2字就两眼放光，来了精神。他们3人选了一家点评分很高的小餐馆坐下，一进店里便闻到阵阵肉香，几人的肚子更饿了。叶泽明和周胜咽了咽口水，周胜扯了一下叶舒的胳膊：“姐，咱赶紧点餐吧，快要饿死了。”叶舒他们找了个空桌子坐下，喊服务员点餐。这家馆子的上菜速度很快，3人开始愉快干饭。叶泽明吃得很愉快，3口2口地吞下几片肉，他仔细地品味着菜的美味，眼睛随意地看了一下四周，忽地愣住，使劲用胳膊碰了一下身边的周胜。周胜正吃得起劲，没空搭理他，自己夹。叶泽明看周胜没 get 到他的意思，
又疯狂用胳膊戳他，嘴上小声地说：“快看斜对角的地方。”叶舒听到叶泽明的话，便朝他说的方向望去。没有什么奇怪的，不就是一中年男子在嗦面吗？吃的可香了。周胜实在耐不住叶泽明莫名其妙的反应，缓缓咽下一口肉，转头往叶泽明说的方向看去。他也是一呆，立马转头和叶泽明一起弓着背，缩着头，用十分诡异的姿势坐着，全然再没有贴吧上疯传的校霸气势。叶舒满脸问号，怎么了这是？他俩抽风了？周胜小心地往那边瞥了一眼，转过头，小声地对叶舒说：“那个人是我们班的班主任，班主任是所有调皮孩子的噩梦，在学校已经够恐怖的了。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在外头玩得最为尽兴的时候，一转头发现班主任或其他老师的身影，那场面就会犹如老鼠见到了猫，心里不得平静。”有了重大发现后，周胜和叶泽明俩人就没有那么有胃口了，他们心不在焉地夹着米饭，时刻用余光瞥着那个角落的身影。叶舒仍然愉悦地大口吃饭，看着眼前的两个怂包，无奈道：“至于吗？老师又不会拿你们怎么样。”周胜用一种你怎么不懂的眼神看着叶舒，恨不得让他姐也立刻体会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叶舒他真的不理解，从小到大他都是老师十分喜欢的学生，他很喜欢问老师题目，遇到不懂的问题会去请教老师，每次去办公室都能顺来一颗糖或是什么别的小零食，简称爱学习的小奖励。叶舒就算在外边碰上老师，也会主动上前和老师问好，再愉快地和老师道别。他觉得周胜和叶泽明实在太傻了，应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老师未发现前上去打招呼，总比龟缩在角落里祈祷着老师发现不了要强。因为不知道是玄学还是什么，越是祈祷看不见自己，老师越是能发现，越是能看到。就像老师上课抽同学来回答问题一样，若有一个人越是在心里嘀咕着千万别抽到他，那么最后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幸运儿就一定是他。这种玄学没法解释，只能说老师太过神通广大了。眼看斜对角那道身影有要吃完的架势，周胜和叶泽明便慢慢松了口气，稍微紧绷的肩膀也稍稍舒展了，稍稍放下悬着的心，低头吃了口肉。就在此刻，周胜和叶泽明听到了一个熟悉又让人一个哆嗦的声音，叫他们的名字。好吧，终归是躲不过。周胜和叶泽明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老师，一副很听话的样子。老师走到叶舒他们桌前，便开口表扬周胜和叶泽明。他拍了拍周胜和叶泽明的肩膀，笑道：“你俩小子不错啊，这次月考的成绩进步很大，要继续加油啊。”周胜和叶泽明受宠若惊，连连点头。叶舒也坐在一边，趁机向老师问好。中年老师也笑眯眯地朝他点了点头，又和周胜他们聊了一会天，班主任便先行离开了。周胜和叶泽明看着老班离去的背影，舒了口气。叶泽明又疑惑道：“成绩那么早就出来了吗？今天才周日哎。”周胜咽下一口菜，淡定道：“也该出来了，明天就周一了，今天估计就差整理数据了。不要小瞧老师的批卷速度。”少年自从刚刚被老师表扬过后，眼里的笑意便没有消散过，和刚才的怂包样子截然不同。叶舒举起装满饮料的杯子，和对面俩人撞了撞，笑容灿烂：“来，为成绩的提高而干杯。”一波三折的午饭过后，叶舒三人又重新回图书馆学到太阳下山。姐弟俩人与叶泽明在图书馆门口分开后，便打道回府。叶泽明走在回家的路上，嘴里不自觉哼歌，或许学习的感觉也不赖。第18章超过整整20分。微休。周一一大清早，叶舒还未走进教室，就听到了教室里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叶舒皱了皱眉，高二一班的纪律向来保持得挺好的，怎么今天那么吵？他踏进教室，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刚坐下又觉着不太对劲，怎么今天所有人都盯着他瞧？叶舒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校服，没有穿反，又拿出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上面没有早饭的残渣。怎么了？到底？叶舒满脸问号。后头的林西西看到叶舒的动作，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叶舒，你好可爱。”叶舒不自在地摸了摸头发上的粉色发夹，她当然很可爱了，到底怎么了？叶舒不解地问道。旁边的李佳彤用一脸佩服的表情看着他：“成绩出来了，叶舒你是年级第1名。”后头的林西西一脸激动，拍了拍叶舒的肩：“叔叔，你真的好牛啊！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超过陆羽20分哎。”陆羽在镇阳一中是大神一样的人物，他以全市第1名的成绩考入镇阳一中，后又在高一的时候就常年霸榜，那时候文理还未分科，门门科目都很出色，当然除了英语较为弱势。高一一整年，所有的同学都知道陆羽的名字，包括正在备考的高3学长学姐也听过陆羽的名字。而这次月考，叶舒的大名高高的压在陆羽的名字上，以拉开陆羽分数20分的差距，彻彻底底的在全校出了名。叶舒对于李佳彤口中的第1名颇为淡定，他坐在桌上一如往常般拿出书来准备早读。林西西见叶舒一脸淡定的样子，颇为惊讶：“叶舒，你不开心吗？你可是生生超过陆羽20分呢。”叶舒翻了一页书，轻轻笑了笑：“
我早就习惯了第一名的称谓了，只不过是从 A 市到 B 市，没啥大不了的。林西西一脸迷妹的看着叶叔，叔叔真的是太酷了，太帅了。周边同学本来都在竖起耳朵，打算偷听一下大佬的感言，听到叶叔云淡风轻的话，差点吐血。果然，大佬不管在哪里都是大佬。他们献上膝盖告辞。教室最后排，王岩凑到陆羽身边，叔姐真的很牛啊，我知道她很牛，但没想到她那么牛。王岩撞了撞陆羽的胳膊，怎么样，陆哥，第一次被人超过的滋味是什么感觉？陆羽在一旁不停地转着笔，听到王岩的话，抬头看了一眼在座位上淡定看书的叶叔，淡淡道：没什么感觉，下次再超过便是了。陆羽发现这位女生真的有两把刷子，她的学习成绩和她上次想跟她进男厕的行为一样变态，她内心有种奇异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人超过她了。做东方不败太久，现在叶叔冒了出来，让陆羽又突然燃起了斗志。王岩看了一眼旁边的冷漠帅哥，暗叹，看来他陆哥的劲敌真的出现了。叶叔的成绩出来，不仅震惊了同学们，老师们也同样惊喜。尤其是上次带叶叔做分班测试的潘老师，他作为班主任，非常惊喜于高二一班又来了一位好苗子。各科的老师对叶叔的评价也很好，学校也把叶叔纳入重点培养苗子的名单。叶叔拿到成绩单后，仔细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成绩，他每门功课都挺好，就是物理部分失分多了一些。他也特意分析了一下陆羽的成绩，陆羽的英语这次考了106，比他低了33分，但陆羽的理综却比他高了整整13分。叶叔皱了皱眉，发现陆羽的理科是真的很强，如果他的英语成绩提升上去，未必会比他差。叶叔危机意识很强，立刻把提高物理分数设为目标，安排到后面的日程中去。中午吃完饭后，学校把这次的月考成绩贴到了高2年级的公告栏上。虽然许多同学都知道这次的年级第一是叶叔，但看到年级榜单上位于榜首的名字时，仍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天哪，这分数真的是人能考出来的吗？竟然还比雨神硬生生的高了20分，这妹子真的牛批啊，是个狼人。公告栏下围满了同学，他们纷纷感叹道。教室里，林西西今天格外高兴，她拿到了年级第9的成绩。她本以为按这次月考的成绩，她得妥妥跌出年级前10了，所幸老天保佑，她稳住了。李佳彤坐在叶叔的旁边，看了看自己的成绩，无奈叹气，对叶叔开玩笑道：哎，来了您这座大佛，我的年级前3快保不住了，大佬求饶啊。他的成绩刚好位列第3，刚好在叶叔后面的后面。叶叔听了，眉眼弯了弯，互相放过才行，下次第1名的位置还不知道会花落哪家脸。叮咚，许久没有弹出的系统在脑海里跳了出来。叔叔干得很棒，现在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等今晚你再把刘天景洪的跟跳练了，这个月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今晚007系统将达到激活值，会开始更新，并且会有新的预知梦碎片出现哦。叶叔点了点头，有些许激动，终于他可以解锁另一个预知梦碎片了。而且经过1个月的刘田景洪跟练，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肌肉更加紧致了，整体也有了线条感。叶叔觉得通过系统，他好像莫名其妙地解锁了一个新的爱好，那就是健身。从前不爱运动的他，经过这1个月的锻炼，有点爱上了出汗后的感觉，真的很解压。晚自习结束后，周胜照常和叶叔一起坐车回家。坐车全程，叶叔一直感觉周胜一直在看着自己。叶叔转过头疑惑道：怎么了？周胜眼睛亮晶晶的，满脸佩服：姐，你真的太牛了，居然干过了陆羽那家伙。又语重心长，家长样的拍了拍叶叔的肩：下次继续保持啊，赶紧趁机灭灭陆羽的威风。叶叔无奈的笑了笑，点了点头。姐弟俩下车回到家后，周胜就麻溜的去浴室洗澡了，而叶叔又在电视机前熟练的跟练起最后一次的刘田景洪训练。第19章，陆羽和周胜晚上，叶叔洗漱好回到房间，脑海里的系统跳了出来：恭喜叔叔完成任务。第一，叶叔眼前出现了2个面板，学习值板块限数值10初级碎片激活所需学习值10，体力值板块限数值10初级碎片激活所需体力值10，第一数值达到激活要求，系统开始更新，正在释放初级碎片。叶叔感觉脑海中一个光团出现，待白色光团褪去，画面逐渐清晰起来。上次的光圈画面延长，在周胜上警车前，陆羽浑身是伤的半坐在地上，身上微微有些血渍，他微微抬起头，嘴角青紫，眼神幽深，目送警车离去。陆羽坐在片刻半晌，目光注视着前方，不知在想些什么。不知过了多久，他便站起身，打车离开了。待画面消失，叶叔满脸懵。周胜坐牢的事和陆羽有关，周胜和陆羽打架才坐的牢。叶叔仔细在脑海里回忆了一下刚才的画面，陆羽浑身是伤，身上有血渍，但是白色光团画面里的情形是，陆羽最后站起身打车走了，看起来并无很严重的大碍，并没有大出血的情况出现，只有严重的皮外伤。叶叔皱了皱眉，疑惑：这种皮外伤会导致周胜坐牢吗？他迅速打开百度进行搜索，发现陆羽的表面情况不足以判定周胜坐牢。那么
难道是陆羽把周胜搞进牢里了？是了，周胜和陆羽现在就看对方十分不对眼，或许以后他们就互相有仇了。叶舒烦恼地揉了揉他的头发。高中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好的大学，为自己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哪里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是要把对方搞到牢里去的怨恨。而且目前看来，叶舒发现周胜和陆羽并没有太大的仇，太大的怨顶多是气场不合，看人不爽。难道他们有他不知道的恩怨吗？叶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思来想去半天，最终决定明天去试探一下周胜和陆羽，看看他俩是什么反应，或者去问问他俩的死党，也许叶泽明和王岩会比他更清楚。并且他觉得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周胜和陆羽未来恩怨的办法，便是让他俩现在一笑泯恩仇，趁着他俩还未有太大仇恨时，消除彼此的不良印象，成为好哥们。第二天早上，叶舒实在好奇系统会给予什么功能卡片，他试着叫了叫系统，系统没有反应，一副还在更新的样子。他便耐住对系统更新成果的好奇心，和周胜一起坐车去上学。叶舒昨天虽然定好了计划，但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问。叶舒苦恼地皱了皱眉，时不时看周胜一眼，直到他和周胜分别回到各自的班级时，还没有试探出口。周胜在路上也感觉到叶舒不对劲，他隐隐感觉他姐一直时不时地把目光放到他的身上，却什么话也没说。周胜浑身感觉不自在，他从校门口到回班级的路上一直在等他姐和他开口，最后只等来了叶舒的再见二字。周胜一脸困惑地进了教室，他坐在位置上想了半天，却怎么也没想明白今早叶舒的奇怪举动。他看向旁边正在悠哉吃着苹果的叶泽明，迟疑地问道：如果有一个女生，她的目光时不时地会落到我的身上，你觉得那位女生是有什么事吗？叶泽明咽下一口苹果，肯定道：这不用想，肯定是那位女生被你吸引住了。周胜果断摇头：怎么可能，那个女生是我姐。叶泽明忙拍周胜的肩膀：胜哥，你咋不早说？那我估计你可能惹到咱姐了，快想想最近有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周胜在脑海里回想了一圈，却怎么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惹叶舒了。明明他对他姐向来是任其差遣的啊，而且最近他的学习也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叶舒更没有地方说他了。周胜二丈摸不着头脑。叶泽明在一旁出谋划策道：反正胜哥你最近就在注意一些就是了，也许咱姐在生理期，单纯看胜哥你不爽，总之小心一点总是好的。周胜从桌旁拿起篮球，在指尖上转了转，点了点头。高二一班叶舒和周胜道别之后，也坐在位置上苦恼，只是苦恼的问题和周胜不同。陆羽和周胜到底还有什么结呢？他戳了戳旁边正在安静看书的李佳彤，打算问问周边人是否了解。班长，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去游乐园的时候，周胜和陆羽的奇怪表现吗？他们不一直这样吗？感觉从高一开始就这样了。李佳彤翻了一页书，理所当然道：据说是气场不合。叶舒点了点头，看来和上次吃云南米线时周胜自己说的一样。对于两个正主，他实在不知道怎么试探，叶舒便绕过正主，特地去问了一下王岩关于他们的情况。王岩作为和陆羽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他的说法和李佳彤的一致。叶舒指尖轻敲桌子，稍放下心，既然还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那他就试试让他俩化干戈为玉帛。确定了他目前的目标后，叶舒便沉下心，安心地上起课来。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到了快放学的时间。今天学校取消了晚自习，同学们都很兴奋。虽然回到家也是学习，但是感觉和教室里还是不同的。好，下课。王老师见下课铃响起，便拿起这次月考的数学试卷走出教室。他临走前还不忘再次强调，同学们还是得多拓展自己的数学思路。下课后可以借叶舒和陆羽的试卷好好看看他俩的最后一题。他俩最后一题的思路都很出乎意料，值得学习和借鉴。眼看王老师的背影逐渐远去，同学们都纷纷兴奋地开始整理回家作业，把刚才王老师的话一股脑地抛到了耳后。叶舒也开始整理起作业来，无意间转身便看见周胜已经背着书包靠在走廊上等着他了。叶舒加快收拾书包的速度，和同学们道别后便和周胜一起往学校外面走去。远远的，叶舒看见了一个挺拔高瘦的身影，单手拎着书包，正要跨出学校的大门。这不是陆羽吗？叶舒又看了一眼走在他身边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周胜，眼下可不就是个互相拉近关系的好机会吗？叶舒便一把拽着周胜往陆羽的方向跑去。第20章和陆羽交换试卷，微修2，陆羽，等等我们。叶舒拉着周胜一路小跑到陆羽身边，对他灿烂一笑。好巧啊，咱们在这里碰到了。叶舒随意地扯了个话题，刚才最后一节数学课，老王不是说咱俩的最后一题非常值得借鉴吗？那明天我可以看看你的试卷吗？他又指了指在旁边闭麦的周胜，随口说道。周胜也特别想看。周胜听到叶舒满嘴的胡言乱语，十分震惊。他扬了扬脖子，刚想要开口反驳，就察觉到他姐威胁的目光，便怂怂地闭住了嘴，只敢张大眼睛表达对叶舒的不满。周胜不想和姓陆的走得太近，便走在叶舒的另一边，导致奇怪的三人行是一个凹字形。
相当于叶舒走在中间，周胜和陆羽分别走在叶舒两边。他们三人都有着超高颜值，又是这样的搭配，十分惹人注目，引得路过的人纷纷转头看他们。不过他们三人都习惯了这样的目光，自如地走在街道上。陆羽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他本想拒绝，无奈试卷最后一题的吸引力对他也很大。他也十分好奇叶舒是用怎样的思路写最后一道题的。至于周胜也想看，陆羽倒是无所谓。试卷交换后，他们姐弟俩肯定会自己去分析，又不会和他一起。居然这么顺利！叶舒偷笑暗喜，看来拉近周胜和陆羽关系的第一步开展的十分顺利啊。陆羽走在叶舒身旁，有些稍许不自在。之前自己在男厕前还委婉地拒绝过他，现在又答应他借自己的数学试卷看，甚至他刚才还答应得特别快，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好呢？陆羽刚答应完，便又有些后悔了，可话已经说出口，便不好改口拒绝。他在心里无奈叹气，插着兜继续面无表情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低头偷瞄叶舒的神情。此时叶舒的桃花眼亮得惊人，嘴角也泛起丝丝笑意，格外动人。陆羽快速地收回视线，强压下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面上神色不显，继续往前走。周胜全程呆滞地走在叶舒身边，他听到陆羽的应答后十分惊讶，一度怀疑他自己的耳朵。就这样，三人默默地各怀心思地走了一段路。他们周边的氛围十分怪异，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感。叶舒暗暗观察了一下周胜和陆羽的神色，他们没有彼此呛声，只是一左一右在他两边沉默地走着路。这真是个好现象，他俩关系看着稍微缓和了一些。叶舒眼看达成了他的目的，便拉着周胜在前面路口的红绿灯处和陆羽告别。回到家里，周胜疑惑地发问：老姐，你为啥要拉着我去看陆羽的试卷啊？他的试卷有什么好看的？叶舒大人样的拍了拍周胜的肩：你去看就是了，多接受一些数学熏陶不好吗？你不知道这影响着你的未来走势啊！周胜不知道叶舒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命运未来了。算了，他姐的意愿这么强，他就顺着他吧，还能怎么办呢？他的姐姐只能他宠着呗。吃完晚饭后，叶舒上楼准备写作业，脑海里系统冒了出来：叮咚，007系统更新完成，正在加载功能面板。叔弟，叶舒眼前出现了2个功能面板，上面分别写着学习值和体力值。新的学习任务是取得英语演讲比赛第1名，而新的运动板块有了些许变换，变得更自由更灵活一些。叶舒可以自行选择一项体育运动练习1个月。叶舒新奇地发现面板的角落里有几张功能卡牌。这时007开口向他介绍，功能卡牌已经开放，叔叔现在拥有1次抽取的机会，每次完成系统布置的任务就有1次机会抽取功能卡牌。另外系统还会随时安排随机任务，有利于帮助宿主探索未来走向。叶舒了解规则后，随机的在面板里抽了1张功能卡牌，这是一张运动能力强化卡。这张强化卡可以用在任何一项运动技能上，极大的提高天赋，可以快速提升运动实力，达到满级。叶舒颇为惊奇，心里有了成算。第二天，高2一班和高2 6班的下午第3节刚好是自由活动课，叶舒带着正要和叶泽明去打篮球的周胜去找陆羽。此时的高2一班只有2、3人在教室里，叶舒拽着周胜来到陆羽的桌前，手上拿着月考的试卷。陆羽正坐在课桌前刷着今天的回家作业，就感觉到自己的桌前有阴影，抬头便看到了笑盈盈的叶舒和表情僵硬的周胜。他了然，从课桌洞里拿出数学月考试卷交到叶舒手里，又伸手接过叶舒手里的试卷，便又低头开始刷题。桌前的阴影并没有离去，陆羽抬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姐弟俩。叶舒摇了摇手里的试卷：我们一起去空教室里吧。陆羽放下笔，抱胸看着叶舒，没想到他来这一出，卷子上有我的做题过程，你拿去看就行了。谁料叶舒摇了摇他的头，特别真诚道：我真看不懂啊，学神。陆羽信他个鬼话。陆羽没辙，便起身不作声地跟在叶舒和周胜的后面，至始至终和他俩拉开1米的距离。前边女生的脚步轻快，短短的马尾微微摇晃，裙摆微扬，心情十分愉悦的样子。陆羽在后头偷偷观察，嘴角轻抿，眼睛不自觉地看向少女脑后那一小撮颤颤悠悠的短马尾。他好高兴的样子，叶舒的心情此时的确十分愉悦，他在内心不住的哼歌，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完美进行。周胜此时的心情却和叶舒截然相反，他麻木且心累地跟在叶舒身后。很奇怪，有叶舒在，他和陆羽现在连呛声都懒得呛了，直接互相视对方为空气。之前是不想和对方在一个空间里，现在硬是生生的麻木了。周胜面无表情地跟在叶舒身边，眼神无力且空洞。三人找到一间空教室，拿出卷子准备落座。第21章讲题：英语演讲比赛资料。叶舒先行落座，周胜自然地坐到了叶舒的左边。和他们距离1米的陆羽纠结犹豫了片刻，最后慢慢地坐到了周胜的身边。他想了想，自己现在不打算谈恋爱，就坚决不能给叶舒奢望，希望此时他的举动叶舒能够明白。
就这样，三人排排坐，周胜坐在中间，叶舒和陆羽分别坐在周胜两边。周胜面无表情的扭头看着陆羽，陆羽则面无表情的看着手里的试卷，没有理会周胜仿佛可以冻死人的目光。周胜又扭头看着他姐，满脸不可思议。叶舒朝他笑笑，乖，这个位置很不错的呀，你在我们中间就能更清楚的看到做题的两种方法了，这不好吗？胜胜。叶舒的笑容温柔的可怕。周胜咽了咽口水，点了点头。稳住了周胜后，叶舒赞许的看了一眼陆羽，没想到陆羽此人还挺上道，坐在了周胜的旁边，这正合他意。就这样，三人开始愉快的交流题目，准确的来说是叶舒和陆羽互相平静的交流各自的思路，而周胜则拿着最后一题几乎是空白的试卷在中间安静的听。三人的思路通过最后一道数学题连接在了一起，叶舒和陆羽算是彻底的沉浸到了题目中去，越聊越起劲。两人都通过对方的启发，又想出了另一种解题方法。周胜坐在他俩中间，也越听越投入，最终也明白了这道题思路的根本。他抬头看了看两边正在滔滔不绝讲着看法的二人，满脸惊叹，这俩还是人吗？这种思路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待三人讨论完题目时，发现不知不觉的，叶舒和陆羽都侧着身子往中间靠，周胜桌上空白的草稿纸上则写满了他们的公式和解题过程。空气停滞了一秒，周胜和陆羽若无其事地正了正身子，叶舒则转身收拾起桌上的草稿纸。时间过得很快，他们三人居然在这个教室里讨论了几乎一节课的时间。回教室的路上，三人之间的氛围没有之前那么僵硬了。周胜回到班级后，叶舒和陆羽还需走一段路才能到达教室。此时即将下课，高二一班去体育馆活动的同学们陆续续回班级。他们汗流浃背地擦了擦汗，便碰上了拿着试卷和满是公式的草稿纸走在走廊上的叶舒和陆羽，纷纷感叹：天，这就是学神的境界吗？即使是在难得可以放松的自由活动课，也没有忘记学习，而且学的还是烧脑的数学。或许学神的娱乐方式就是做数学题，难怪他俩数学可以考满分，这种变态的成绩他们没有，谁有？叶舒回到座位后，与李佳彤和林西西聊了一会天，上课铃便响了。英语老师拿着英语课本缓缓走进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学习。陆羽依然是英语老师的提问对象，他这次月考英语成绩虽然提高了不少，但相对于其他科目来说，英语成绩还是过于惨淡。梅斯林觉得可以多叫陆羽起来回答问题，而每当梅斯林对陆羽的回答不太满意时，他总会叫叶舒和林西西的名字。这次月考，叶舒和林西西的英语成绩都十分惊艳，叶舒仅仅只差1分就到140大关，林西西也考了136分。英语老师对他俩是赞不绝口，让他们继续努力。下课结束时，英语老师把叶舒和林西西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梅斯林坐在办公室里喝口水，润了一下嗓子，柔声开口：下周一就是英语演讲比赛的初赛了，你们俩好好准备一下，这是下周一要演讲的题目，你俩好好看一下。英语演讲比赛的初赛规则比较简单，学校会事先告诉参赛者题目，由参赛者自己去准备参赛内容。叶舒和林西西从英语老师手里接过参赛资料后，便一起走回教室。他俩回到教室时，同学们几乎都走光了，只有2、3人还在收拾书包。周胜正坐在李佳彤的位置上，拖着下巴看窗外。少年头发微翘，长腿伸到过道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叶舒卷了卷参赛资料，轻敲了一下周胜的肩膀。周胜倏地转头，看到叶舒，便开口喋喋不休道：老姐，你怎么今天出校门出得那么慢？我在校门口等你老半天了。叶舒边收拾书包边解释：我和西西去英语老师办公室拿参赛资料去了，回来的稍微慢了一些。林西西在旁边附和点头。好了，你就别抱怨了，回去给你买旺仔牛奶。叶舒站起身，拍了拍周胜的肩膀。周胜听到旺仔牛奶这4个字，眼睛有些发亮，又发现叶舒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他看到旁边林西西惊讶的神色，努力稳住自己的人设，忍痛道：姐，我又不喝这个，你给我买个咖啡给我赔罪就行。叶舒似笑非笑地看了周胜一眼，点了点头。姐弟俩回到家后，就各自回各自的房间去写作业去了。今天叶舒的作业有些多，再加上还要准备英语演讲比赛，睡的就稍微晚了一些。叶舒起身到楼下去接了一杯水，润了润稍微干燥的嗓子。正要上楼时，便听到了大门外有响动。大门一下子被打开，一个男人提着行李箱走了进来。男人很高，穿着西装，手里还拿着手机在打电话。他看到叶舒后，与叶舒相似的眉眼微微舒展，嘴角竟出些笑意。男人快速结束电话工作，朝叶舒张了张手：是老爸。叶舒赶忙跑到周伯寻面前，欣喜道：老爸，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一直都没见到你人。周伯寻拍了拍叶舒的肩，柔声道歉道：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明天一大早我还要出一趟差，下次我一定抽出时间带你姐弟俩去玩，好吗？李助理提着公文包跟在周总的身后，默默感叹：谁能想到在商场上叱咤风云，说一不二的周总有这么温柔的时候。叶舒抿了抿嘴，点了点头。
周伯寻摸了摸叶舒的头发，乖，上去睡觉吧，已经这么晚了。叶舒回到房间里，隐隐还听到爸爸和李助理的声音，他实在太困了，迷迷糊糊的，很快就睡着了。第22章，拳击馆。叶舒早上醒来，发现他爸早已不见人影。楼下桌上凭空出现2张黑卡，旁边还贴着张字条，苍劲有力的字画在纸背上。爸爸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你们，这2张黑卡给你俩，喜欢什么自己去买。我去出差了，很快就回来。周伯寻留。叶舒坐在餐桌上喝着牛奶，周胜打着哈欠猛猛地走下楼。周胜原本还没睡醒，看到桌上的2张黑卡，拿起来看了片刻，放到桌上，笃定地问叶舒：老爸昨晚回来了？叶舒点了点头，老爸昨晚11点多回来了，今天早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周胜轻嗤一声，他那个大忙人，一天到晚都不见人影，卡都成为他来过的唯一证据了。自从和叶文离婚后，周伯寻就比以前更忙得不着家，几乎几个月才能回家1-2次。事业确实是越做越大，但周胜却对他越来越不满。周胜此时就坐在餐桌上安静地喝牛奶，压根都不看那张黑卡一眼。叶舒把黑卡收好，一副小大人的样子。你的黑卡放在这，先由我来保管，你需要用的时候和我说。叶舒觉得就他爸这样用金钱来弥补陪伴的教育模式，周胜长大后没长歪就算不错的了。他得好好纠正周胜的消费陋习。周胜不在意的摆了摆手，随便叶舒怎么搞，反正他不稀罕用那人的卡。吃完早饭后，叶舒便和周胜一起坐车去上学。这一整周的日子仿佛按了快进，叶舒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学习和准备英语演讲资料。终于到了周末，叶舒早早的起床，打算去看看附近较好的搏击俱乐部。系统说这1个月可以自由的选择运动，叶舒就打算选择搏击。刚好他上次还抽到一张运动功能强化卡，搏击这项运动完全可以得到最大的武力效益。王教练此时正在擂台上教学员格斗动作，便看见门口有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往里面看。女孩两边的刘海用2个粉红色的发夹轻轻固定，一双明亮的桃花眼里满是惊奇。王教练看了门口的女孩几眼，发现对方并没有走的意思，以为她有什么事，便走下擂台，尽量挤出和善的微笑，问道：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吗？或者里面有你要找的人吗？叶舒看着眼前这个满身是肌肉、笑容十分扭曲的大叔，稍微往后退了退，弯了弯唇角，礼貌地说：你好，我想报名自由搏击。王教练一时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再次问了一遍，谁料眼前这个周身环绕着甜美气息的女孩子再次张口：我说我想报名练习自由搏击。王教练呆滞了片刻，又很快的反应过来，秉持着专业的态度把叶舒领了进去，带他去参观搏击馆。搏击馆很宽阔，拥有一块放器材的区域，边上还有许多沙袋挂在墙顶，中间很大一片区域是进行平时的训练的地方，设施设备都十分齐全。王教练领着叶舒在搏击馆转了1周，叶舒满意的点了点头，爽快的问道：我在哪里办卡报名呢？叶舒在来搏击馆之前就已经在网上了解了许多信息，兴隆搏击馆的教练团队很强大，许多都是世界冠军，也拥有十分专业的训练教程。王教练心下诧异，面上却神色不变的领着叶舒去报名。周边的学员停下搏击训练，擦了擦满身的汗，凑在一起嘀咕：我去，终于有妹子来我们搏击馆了。是啊，说真的，满眼望过去都是大老爷们儿，我都快看吐了。龙星没有理会周边学员的吐槽，还在训练区域不停地打着拳击，动作利落，带着劲儿风，剑眉微拧，一身黑色运动装微微被汗水浸湿，身形修长，2个袖子往上高高挽起，露出精瘦有清晰肌肉线条的胳膊，头发微短，额头上冒出点点汗珠，一头黄毛凑到龙星身边：星哥，快看，有个妹子来了，长得可漂亮了。龙星淡淡道：一边去。继续利落出拳，一脚把沙袋给踢歪了。黄毛看着面前这个出手残暴的格斗机器人，微微在心里叹了口气，沙袋怎能会比妹子可爱呢？星哥不懂啊。叶舒此时已经登记好信息，成功报好了名。他换好搏击馆提供的套装，跟着王教练走进训练场地。训练场地上有许多人在训练，擂台上还有人在对打，十分激烈刺激。叶舒在王教练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些基础的搏击训练，他先后锻炼了一下上肢、下肢和腰部的力量。王教练在旁边给叶舒纠正动作。时间过得很快，2个小时转眼就过去。叶舒瘫坐在地上，发丝已经被汗水浸湿，脸蛋被身上的热气蒸得通红。叶舒正坐在地上休息，眼前便出现一个黄色头发的男生。你好啊，小姐姐。金毛在场边观察叶舒很久了，发现这个妹子真的很认真，很可爱，他感觉自己都有点心动了。我是这个搏击馆的参赛学员，我看你今天第1天来这里训练，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哦。王教练有很多学员要带，有时候他忙不过来的。叶舒点了点头，朝他笑了笑道：谢谢哦。王教练喝完水回来，看到李成鹏又在孔雀开屏，便上前把他拽到旁边轻声警告：这个小姑娘还是未成年，你给我注意点，别影响小姑娘。李成鹏张大了嘴巴，挠了挠头发道：啊，
我还以为话还没说完就被王教练打断。啊！你以为什么？赶紧训练去！李承鹏一溜烟跑走了，临走前冲叶舒挥了挥手，以后你就是我李承鹏的小妹，搏击馆我罩着你啊！王教练朝李承鹏威胁似的举了举拳头，又转头努力挤出笑容对叶舒道：来，我们继续，还有1个小时呢。叶舒点了点头，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训练。李承鹏被王教练赶走后，就窝在龙星那里，偷偷和龙星吐槽：你瞅瞅王教练那个笑容，他不会笑就别硬挤出来，要吓坏小妹妹的。第23章打擂台。龙星懒得搭理李承鹏，在旁边不停地练习扫横腿。李承鹏自顾自地在旁边和龙星吐槽，那个妹妹原来是个未成年，幸好王教练提醒了我一下，不然我就丢人丢大发了。龙星在一旁敷衍的应声，以示他在听。其实也不怪李承鹏误会，现在的小孩子报一个兴趣班或者别的什么班，一般都是由家长陪同的，而且像这样大型的搏击馆来的一般也都是成年人。突然放在一旁的手机闹钟响了，龙星停下动作，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一旁的李承鹏也不再聒噪，满眼兴奋地看着龙星：星哥，要开始了。龙星点了点头，起身往中间的擂台走去。一个学员已经站在了擂台上，擂台周边围满了学员，众人见到龙星来了，纷纷给他让出一条过道。龙星长腿一迈，跨上擂台，擂台周围的学员们都很兴奋，大叫龙星的名字。兴隆搏击馆1星期1次的学员比斗正式开始。叶舒在搏击馆的另一个角落接受王教练的动作指导，他锻炼了好半天，实在累得不行，示意教练停下休息一会，让他喝口水。叶舒瞥见擂台那边围着许多人，格外热闹。王教练看出他的好奇，给他介绍道：这是我们兴隆搏击馆的传统，我们每个星期6都会举办挑战赛，每个学员都有一次机会去挑战别人，格斗双方赢得那一方可以获得对方的积分，而积分最高者也就会是我们兴隆搏击馆的最强者，他就有机会代表兴隆搏击馆参加更为大型的搏击格斗比赛。叶舒跟在王教练身后走到擂台前去围观比赛。只见一个穿着黑衣黑裤的寸头青年动作利落地把另外一个学员打倒在擂台上，他眼眸深邃黑亮，透出些凛冽的气势，手脚动作都带着劲风。寸头青年胜利后便拉起还躺在擂台上的对手，朝对方点了点头后就动作利索地翻身下了擂台。台下的学员们纷纷起哄，大喊着龙星的名字。王教练默默地站在叶舒身边，给他介绍，刚刚赢得胜利的人叫做龙星，他是我们目前兴隆搏击馆的最强学员。叶舒点了点头，他刚才目睹了龙星全程的搏击格斗过程，不得不说，龙星和他的对手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他虽然才刚刚进入搏击馆，但也能看出龙星他高超的搏击技术。几分钟后，另一个高瘦青年跨进擂台，他往下扫视了一圈，视线缓缓停在叶舒的身上。行，那我就要挑战那位女生。擂台下原本吵吵闹闹的学员都安静了，他们齐刷刷地转过头看向叶舒。叶舒的身影很好找，毕竟所有的学员里只有她是女生。叶舒感受到众人明晃晃的视线，他看向擂台上的那位学员，指了指自己，惊讶地问道：你说的是我吗？台上那人环着胳膊靠在擂台的柱子上，对，就是你。李承鹏瞧着这一幕十分不爽，朝擂台上喊：喂，你怎么回事？居然要和一个今天刚来搏击馆的女生比搏击格斗，你还要不要脸？想要积分，想要疯了吧你？台上那人无辜地摊了摊手，规则又没说不允许，再说他已经是我们的学员了啊。高瘦男子的确说的没有错，叶舒今天加入搏击馆就成为了搏击馆的学员，每个学员的初始积分就有10分。陈丽也太不要脸了吧，居然欺负我们馆里唯一的一个妹子。擂台周围的学员们在底下小声嘀咕。龙星抱着胳膊站在人群之中，往陈丽的那个方向看了一眼。李承鹏站在龙星身边，满脸气愤，他挽起袖子冲台上的陈丽喊道：她从今天开始就是我李承鹏的小妹了，我来跟你比。陈丽摇了摇头，刚要说话，人群中便传来了一道轻柔的女声：没关系的，我来和她比。众人都纷纷看向叶舒，十分惊讶。叶舒抬脚往擂台走去，台下众学员见状纷纷给叶舒让出一条道来。李承鹏见叶舒真要上去比斗，等叶舒经过他身边时，忙拦住叶舒：妹子，我劝你还是不要上去比斗了，搏击格斗可是很危险的。叶舒朝李承鹏笑了笑，没有停下脚步，最终站上了擂台。陈丽环着胳膊朝叶舒假意笑了笑：别怪我啊，小姑娘，规则如此吗？叶舒懒得和他应付，摆出格斗姿势准备迎战。格斗姿势还是刚刚王教练教的，叶舒现在已经可以规范地摆出架势了。台下众学员看着这身高体型明显差距过大的两人，纷纷摇了摇头。眼前这一幕可真的是太过荒谬了，一个体型娇小且刚刚成为搏击馆学员的女生要和一个身形高大且十分有格斗经验的学员进行搏击格斗。陈丽弯了一下唇角，也摆出了格斗姿势。你放心，我下手会很轻的，来，我让你一只手。叶舒面无表情的回绝，在裁判喊开始的时候立刻冲了出去。李承鹏不想看到那残忍的一幕，
表情抽搐的捂上了眼睛，不太敢看画面。没想到仅仅数秒之后，裁判就大喊：“叶舒胜！”李承鹏不可思议地移开双手，便看到高高的擂台上，陈丽倒下，而叶舒稳稳地站在擂台上。叶舒听到裁判的宣判结果后，缓缓舒了一口气。他刚刚使用了运动能力强化卡，万万没想到这卡有十分强大的效果。他刚才仅仅只是训练了一下简单的搏击动作，观看了一下擂台上龙星的搏击格斗。而在叶舒踏上擂台的那一秒，他使用了运动功能强化卡后，一瞬间他浑身仿佛像是打开任督二脉一样，感觉身体变得轻盈，动作也变得格外迅速。在他眼里，陈丽的搏击变得满是漏洞。擂台下静了一瞬，学员们此时都呆呆地看着擂台上稳稳站立的叶舒。这我眼睛没花吧？那个女生居然赢了！一个学员揉了揉眼睛，迟疑地吐出这句话。李承鹏反应过来，率先鼓掌，大笑道：“我妹子实在是太牛了！”陈丽此刻还一脸蒙圈地躺在擂台上，她刚才压根没反应过来叶舒是如何出的手，就已经躺在地上起不来了。陈丽暗咬一下后牙，艰难从擂台上起身，脸色阴沉。他本以为这个女生的10分可以轻松得到，万万没想到失策了。叶舒学陈丽刚开始的样子，环着胳膊，弯了弯嘴角：“陈丽师兄，别怪我拿走你的积分哦，规则如此吗？”陈丽恨恨看了叶舒一眼，转身走下擂台。第24章裙子之争。叶舒从擂台上下来，就立刻被一群学员围住，他们纷纷都想和叶舒说上几句话。毕竟实力强悍的漂亮妹子真的很少见，一群5大3粗只懂搏斗的学员们两眼放光。李承鹏见状，赶紧挤开那些人，一脸嫌弃道：“你们快点去训练吧，之后格斗的时候可别倒在人家高中生妹妹的拳脚之下。”众人听到叶舒的年龄还这样小，不自觉挠了挠头，纷纷跑去训练了，又都纷纷在心里唾骂陈丽：“呸，欺负未成年妹妹，可真是太不要脸了。”叶舒下了擂台，又开始搏击格斗基础姿势的练习。王教练在一旁暗暗观察起叶舒，这小姑娘和陈丽打完擂台后的变化也太大了，现在的姿势格外标准，身手也变得更加轻盈敏捷。叶舒认认真真的练习满3个小时，便收拾东西回家了。王教练送叶舒走出门，盯着叶舒的背影出神，这难道是个天才？他刚才特意教了叶舒一些颇具难度的姿势，叶舒轻轻松松的便做到了，还脸不红气不喘的。明天他得再好好试试这姑娘的身手。叶舒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了，周胜还在呼哧呼哧的睡大觉。他把周胜叫起吃了顿午饭，就拽着周胜去逛商场了。姐，你是说你早上去报名了一家搏击馆？你身上现在不酸痛吗？周胜满脸吃惊的看着叶舒，就他姐这样的小身板，去搏击馆是去受虐的吧？还好吧？叶舒扯着面前这条裙子问周胜：“这条裙子怎么样？”叶舒特别喜欢穿裙子，每个颜色的裙子她几乎都有。她原本只是拉着周胜来买搏击格斗的训练服的，结果逛着逛着，叶舒就逛进了女装店里，她又被裙子抓住了视线。这条裙子是今年的限量款，小姐姐喜欢的话，我可以拿给你试试。服务员在一旁热情招待。叶舒刚要接过服务员手里递过来的裙子，远处便有一道尖锐的女声传来：“等等，那条裙子本小姐要了。”远处走来一对衣着打扮十分华丽，满身都是名牌 logo 的女生。logo 女走近，上下打量了叶舒和周胜一眼，神色似带着不屑，转身对服务员道：“来，把这件裙子给我包起来，我可是你们这里的老顾客了，老顾客总得有优惠吧？”服务员神色有些为难，他迟疑地看了叶舒一眼，又看了一眼 logo 女。周胜看着面前这个极度嚣张的女生，嗤笑了一声：“喂，先来后到懂不懂啊？” logo 女眼看被这个小帅哥取笑，有些羞愤，脸上迅速染上了恼人的红色。身边的服务员见状忙凑到 logo 小姐身边，小声道：“吴小姐，这您看别人确实是先来的。”您 logo 女迅速看了一眼她旁边那位脸上没有什么反应的女子，继续蛮横：“这裙子本小姐今天就要订了，我是这家店的 VIP 客户，总得有先挑选的权利吧？”她边说边鄙夷地看了叶舒他们一眼，哼，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名牌，怎么敢来这家品牌店闲逛的？不怕付钱的时候尴尬吗？确实挺巧，叶舒和周胜今天吃完午饭后，就随便穿了件白 T 就出来逛街了。没想到会遇到如此牛皮哄哄的家伙。叶舒懒得再理这位 logo 小姐，从自己的运动口袋里掏出一张黑卡，递给一旁的服务员，并报出一串电话号码，对服务员道：“这是我的会员号，你输入号码看一下，我应该会比这位小姐更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服务员在电脑里输入号码后，立即变出一个笑脸，殷勤地朝叶舒嘘寒问暖，并迅速地把叶舒要的那条裙子火速包好。logo 小姐在一旁傻了眼，梗着脖子质问服务员：“怎么，她是会员就得把裙子给她吗？我同样也是会员啊。”服务员小姐挤出标准的职业笑容，对 logo 小姐解释：“抱歉，吴小姐，这位是我们品牌的超级 VIP， 她有优先拿到裙子的权利，实在不好意思。”logo 小姐没话说，脸色灰青，不作声地站在一边。叶舒接过服务员手里的服装袋，在店员的送别下，和周胜走出品牌店，全程都没有看 logo 小姐和她旁边那位女生一眼。
叶舒和周胜两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视野里。logo 小姐十分歉意地对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女生说：“韩文，不好意思啊，你难得来 B 市一趟，我都没有什么欢迎礼物送给你。你唯一看见的裙子还被刚才那两个可恶的家伙抢走了，或者你还有什么喜欢的裙子，可以再挑一挑。”韩文轻轻地摆了摆手，朝 logo 小姐轻声道：“没关系的，吴露露，那条裙子我也并不是特别想要了，就当让给那个女生好了。其他的裙子我也不太需要，你不用破费的。况且我来 B 市是来找你玩的，又不是来让你请客的。”吴露露一转之前懊恼难过的样子，对韩文笑道：“那我们去一家网红店打卡吧。我和你说，这家店最近特别火。”韩文被吴露露拉着往网红店走去，眼底划过一丝鄙夷。在吴露露看过来的时候，迅速眼下，朝吴露露温柔地笑了笑。周日早晨，叶舒穿着新买的搏击服来到搏击馆。王教练按照约定的时间，早早的在搏击馆等叶舒。他见叶舒到了，便把在一旁训练的龙星叫了过来：“我现在和龙星对打一下，你仔细看看龙星的动作。”王教练回想了一下昨天叶舒打败陈丽的动作，他感觉叶舒昨天的比斗中有几丝龙星的身影。叶舒仔细观察着面前两人的格斗动作，王教练和龙星的格斗中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拳拳带风，双腿踢出去的瞬间爆发力十分的强。几个来回后，王教练和龙星同时停手。王教练走到叶舒面前：“来，你和我比试一下，让我看看你了解的到底有多少。”第25章，搏击馆弟子叶舒点了点头，摆出格斗姿势，朝王教练施展拳脚。他在脑海里回忆龙星刚才的动作，便原模原样的朝王教练打去。王教练接招，压下心中的诧异，这个女娃速度和反应力都是一绝，就是力量稍微弱了一些。龙星环着胳膊靠在柱子上，观察叶舒的动作，眼里划过一丝惊奇。从他进入搏击馆以来，看过一遍动作就能记住并且全部做到位的人一个都没有，但眼前这位女生却做到了。叶舒和王教练斗了几个回合，王教练看观察的差不多，便就此停手。叶舒，我观你天生资质极佳，有旗鼓，是练武的好苗子，我想收你为徒。这修仙小说里才有的情节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叶舒撑着膝盖微微缓了口气，便听到了如此了不得的话。王教练，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叶舒只是和王教练学了一些较为基础的搏击格斗姿势，就莫名其妙的多了个师傅。叶舒之前来兴隆搏击馆前，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王教练是搏击格斗界的元老，曾经拿过无数个冠军，退休后便在兴隆搏击馆当教练，也带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冠军。不草率，不草率。王教练笑得格外慈祥，脸上的肉笑得堆在了一起，看着好苗子眼里放光。这便是你的龙星师兄了，你和他二人都是我的内门子弟了。龙星听到王教练的话，朝叶舒微微颔首。叶舒一看再不说话，事情便要敲定下来，连忙摆手：“不用了，不用了，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想法进军搏击格斗界，况且我现在还在上学呢，可能没有时间。”王教练见状忙道：“没关系的，目前搏击格斗训练占用不了你太多时间，我们的训练时间完全根据你的学业状况来。”眼看到手的好苗子要溜了，王教练连忙推出龙星：“看你师兄现在在华清大学读大一呢，他从初中起就开始练搏击了。”见龙星没反应，连忙推了他一下，说话。龙星在一旁点了点头，表示附和。王教练手搭在龙星的肩上，十分自豪道：“我们搏击馆在他学业时期也十分配合他的作息和生活的，你看搏击完全没有影响他的学业。”叶舒败在了王教练的忽悠和糖衣炮弹下，认了王教练为搏击格斗的师傅。眼看到了训练结束的时候，王教练让龙星送他师妹出搏击馆，叶舒跟在龙星身后，一路无话。到了搏击馆门口，叶舒正要和他的新师兄告别，龙星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叶舒：“打我一拳。”叶舒，什么？龙星重复道：“我说打我一拳。”叶舒试探性的伸出拳头，轻轻的碰了一下龙星的胳膊，用力。龙星言简意赅道：“这样不太好吧？”叶舒觉得他的师兄疯了，居然让他给他一拳。WTF！ 叶舒没法子，真的一拳用力打出去。龙星单手挡住了叶舒的拳头，放下手：“你的力量还不太够，之后得加练，届时我会和你切磋一下。”不等叶舒反应，他便转身回到搏击馆内。叶舒看着龙星快步消失在过道里的背影，揉了揉手腕，他这师兄真有意思。晚上，叶舒和周胜吃完晚饭，便回到房间准备英语演讲比赛的初赛。叶舒上网看了一些英语演讲比赛的视频，他发现那些获奖的选手，无论是演讲的节奏还是句式的编排都十分优秀。他总结了一些方法，便开始写英语演讲稿，并调整自己的演讲节奏。周一下午，叶舒最后2节课和老师请了假，就到指定的教室去参加比赛。教室很大，许是之前布置过，中间空出很大一片场地，供演讲者上台演讲。空地后边是3大排座位，一个年级坐一排，高3坐在最前面一排，高1坐在最后面一排。每排座位最右边的桌子上放着年级标识。叶舒到教室的时候，他那一排座位的学生几乎都到了，他坐在了最右边的空位上。
叶舒坐下端详四周，发现他前排还空了2个位置。正值此时，一个扎着马尾辫的清冷女生走进教室，坐在叶舒的前面，身后跟着一个高个带着些痞气的男生。男生单手拿着演讲稿走进教室，在清冷女生的旁边坐下。这俩人一来，叶舒就发现他身边的丸子头女生有些激动，用一脸磕 CP 的表情看着前面的那俩人。叶舒小声地问：“他俩是谁啊？你怎么一脸激动的样子？”“那是温实木和楚萧啊，高3的学神。”丸子头一脸激动，有了给别人安利他磕的 CP 的冲动。听说他俩是青梅竹马，现在又分别霸占文科第1和理科第1的宝座，门当户对的，真的配一脸好吗？女生聊着聊着，又和叶舒着重强调了一下温实木。说起来，温实木学姐的英语真的很牛，她之前参加全国的英语竞赛，还拿了1等奖回来。哎，不同年级的该怎么比啊？我完全没有信心。叶舒冲女生笑了笑，安慰道：“算了，既然我们能代表班级比赛，就已经很不错了。换个角度想想，我们不是打败了班级的其他同学吗？”丸子头女生听了叶舒的安慰，突然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开玩笑道：“算了，我们就当来看看大佬打架吧。”演讲比赛开始前，先进行抽签。叶舒抽到了一个中间的位置，他皱了皱眉，中间的位置实在有些不利，并且十分不巧的是，叶舒的前面那一位就是刚才被丸子头女生夸了又夸的温实木。这种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在评委疲乏的情况下演讲，本来就不利于得高分，再有前面对手的精彩演出，想得高分就更难了。叶舒坐在椅子上等待，心里不停默背着自己的稿子。很快就轮到了温实木演讲。温实木演讲的主题十分贴合，结尾处也做了极大的升华，口齿、逻辑思维都很清晰，节奏也把握得很好。叶舒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从他的角度看，温实木的演讲已经挑不出什么错了，而他作为下一位演讲选手，只能尽自己所能了。第26章，周胜干架。叶舒上台，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丸子头女生在台下，整个人都懵懵的。本以为他俩都是菜鸡，没想到叶舒是一个大佬。叶舒和温实木学姐的水平完全旗鼓相当。叶舒演讲完，注意看了看评委老师的神情，便知道自己这次演讲比赛的初赛应该稳了。他刚才的内容、语速、现场表达能力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叶舒回到自己的座位，旁边的丸子头女生就凑过来夸赞道：“同学，你真的很厉害啊！看来厉害的人不分年纪。”叶舒笑着摆手。英语演讲比赛结束时，天色已经很晚了。评委老师在最后一位同学演讲完毕后公布了结果。不出叶舒所料，他进入了英语演讲比赛的复赛。但让叶舒惊喜的是，他和那位温实木学姐是并列第1。叶舒心情愉悦地哼着歌，到教室收拾书包，准备回家。因为今天要英语演讲比赛，所以叶舒已经提前让周胜先走了。周胜打来电话：“姐，我今晚去叶泽明家写作业。”“怎么了？”周胜站在小巷子里，看了一眼靠在墙边，眼神无辜看着他的叶泽明，顿了顿，胡说八道：“他爸妈今晚都不在，自己在家里写作业特别害怕，非要我陪他。我跟他说我不去，他偏要让我去异常创化，把叶舒搞得有点懵懵的。”“叶舒，好的，你去陪他吧。”叶泽明看着他胜哥面无表情的乱说一通，满脸黑线。他的风评真的被胜哥害惨了。见把叶舒忽悠过去后，周胜挂断电话，甩了甩手里的棒球棒：“走，干架去。”叶泽明拿起手里的另一根棒球棒，跟在周胜的身后。叶舒回家吃完晚饭后，就和王教练约好来搏击馆训练。叶舒和王教练谈过了，为了兼顾学习和体育，叶舒每周1到周5去搏击馆训练1个小时，双休日稍微多一些，3个小时。走进搏击馆，叶舒便看到龙星在一旁打拳，不见王教练人影。“师傅今天有事出去了，他让我来教你。”龙星见叶舒来，停下训练，拿着一张训练表在叶舒身前站定。叶舒点了点头，按照王教练安排的进度表进行力量训练。他发现王教练的训练进度和帕梅拉的健身一样魔鬼，仅仅半个小时，叶舒就死去又活来的，累得如同一条死鱼。龙星抱胸站在一旁，盯着叶舒的动作，眼睛越来越亮。叶舒的动作和力度通过短短几天的训练进步飞速，下盘也十分稳当，简直不是常人的速度。“你是个练武奇才。”龙星在一旁淡定的下结论：“我练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你一样，仅仅3、4天就达到这种程度。”叶舒的姿势一瘸，脑袋后的小马尾颤了颤，有些心虚道：“这没有，都是你们指点的到位。这007系统实在是太牛了，竟然可以让他这个从小到大的体育废物变成他们口中的练武奇才。”听到龙星话语中的肯定，叶舒十分不自在。“我看了你的表现，觉得你应该进行训练升级。你现在这种的训练程度还是太轻了一些。”龙星拿着笔在训练进度表格上打勾：“来，现在按我的进度表来。我知道刚才那些对你来说都是小 case。”龙星把改良过的进度表递给叶舒。叶舒他看着标了不知道多少集的训练内容，感觉整个人都要晕厥了。“师兄，那个不必了吧，
咱还是按照师傅他安排的来吧，不然也太麻烦你了。这种地狱级别的训练他真的做不到啊。叶叔觉得，如果今晚按照龙星的安排来训练，他明天可能都走不动的。看着叶叔满脸的抗拒，龙星用一种十分遗憾的表情看着叶叔。好吧，那我们只能玩几天，再进行愉快的搏击了。叶叔，难不成龙星加大他的训练强度是为了和他对打？叶叔试探地问。你很想和我进行搏击格斗吗？龙星此时的眼睛亮得惊人。你会很强的。龙星现在的水平十分高超，他已经很少能在搏击馆找到和他旗鼓相当的人了。偏偏这个时候，叶叔这个练武奇才出现了，他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进步，怕是用不了几天，叶叔就会达到和龙星一样的程度，甚至是超过龙星。龙星一想到可以酣畅淋漓的打一场，就格外兴奋。叶叔，他师兄的小算盘打得挺溜。就这样，叶叔在龙星的严格训练下，痛并酸爽地度过了在搏击馆的1小时。搏击馆离家不算太远，叶叔从路边找到一辆共享单车，骑车回家。此时凉风阵阵，叶叔骑行在过道里边，影子在街边一排排路灯的照耀下，时远时近，时长时短。手机铃声不停响起，叶叔掏出手机，是林西西的电话。叔叔，我刚才逛贴吧，有人说看到周胜和13中的校霸在约架。林西西急切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在哪里？叶叔叔地停下车，知道地址后迅速调转车头。周胜和叶泽明拿着棒球棒靠在旁边的柱子上，身后站了一群小弟。对面一个染着银色头发的男生领着几个打手朝他们走去。周胜看着面前几个像是专业人士的黑衣人，皱了皱眉。喂，我们2个学校篮球比赛的纠葛，叫多余的人过来干嘛？银毛挑了挑眉，笑道：听说你很会打，老子就叫人来试试。银毛身后的小弟也在后边叫嚣，显得气势格外足。叶泽明凑到周胜耳边，小声道：胜哥，情况不妙，看来今天那13中校霸要来真格的。周胜抿了抿嘴，面上神情不变，手不停地玩转棒球棒。给我动手！银毛下命令，神色阴沉。身后一行人正要向前一步，远处一道清脆的女声大喊：给我慢着！2校霸皆是一愣。周胜看见远处有一个女子蹬着自行车朝他们这边急速飞来，声音极其耳熟，身影越近越熟悉。我靠，是他姐！第27章，要做个乖孩子。叶叔把自行车飞快地停在2队人马之间。乌泱泱的一片中，叶叔这道浅粉色的身影极为明显。姐，你怎么来了？周胜上前拉住叶叔，低声道：我听别人说你在干架，我可不就来了。叶叔狠狠瞥了一眼周胜，小声道：回去再算账。13中校霸双手插兜，吊儿郎当道：哎呦，还有妹子来救驾，周胜你很受欢迎啊。叶叔懒得解释，长腿一迈，气场2.8米。喂，银毛，聚众斗殴可不是个好孩子哦。周胜站在叶叔身后，听到叶叔的霸气发言，手中转动的棒球棒差点转飞。13中校霸掏了掏耳朵，漫不经心道：银毛，还真是第一次听这样的称呼。小妹妹，老子劝你赶紧走，男人之间的打斗你别掺和。嘿，那我今天还真就管到底了。叶叔重新扎紧马尾辫，一副要上的架势。小妹妹，那就别怪我不怜香惜玉了。银毛比了个手势，身后的2个彪壮大汉就上前一步。周胜本想上前护住叶叔，便见他姐已经咻咻咻的把那2个彪壮大汉踢倒在地。周胜，他姐不是才报的搏击格斗班吗？见笑这妖牛的吗？13中校霸得意的笑容霎时间僵在了脸上，看着眼前的女生一拳一个彪壮大汉，眼里露出了些忌惮。叶叔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淡淡的看向银毛和他身后的小弟：怎么，你们还要逐个找打吗？叶叔这几个动作让银毛迅速变了脸，满脸笑容的朝叶叔叫姐：姐，以后你就是我老大了，你以后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他身后的小弟也接连点头，眼睛直直的看着叶叔，眼里满是崇拜。银毛一脸的殷勤奉承样，让叶叔实在没眼看。你们赶紧回去吧。叶叔嫌弃的挥了挥手，让那银毛带着小弟散去。周胜和叶泽明就站在叶叔身后，看着一溜烟跑了的银毛，目瞪口呆。叶泽明低低的和周胜感叹：他真是咱姐啊。周胜默默点头。面前这个夹着粉色发夹，身着浅粉色短袖，偏爱一切粉色事物，却能够一脚把大汉踹到天边去的人，是他姐。而此时周胜带来的小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纷纷叔姐叔姐的叫着。其中一个小弟格外好奇：叔姐，你的身手怎么变得那么强啊？兴隆搏击馆，我这几天到他们那里训练了一下。兴隆搏击馆，哦吼，一听就很牛掰。有些机灵鬼就暗暗在心里拿小本本记下这个重点。叶叔见事情解决，便让周胜身后的小弟也散去。此时这个空地只剩下姐弟俩和叶泽明3人。说吧，怎么回事？你俩不是在家里学习吗？叶叔靠在石柱上，要笑不笑的看着他俩。叶泽明一听这个就来劲，连忙解释道：叔姐，
其实都是上次学校之间篮球比赛的事。胜哥他赢了这13中的校霸，也赢得了这校霸女朋友的心，这不，对方就打上来了。周胜在一旁乖巧的点了点头，一副没办法，实在爷太帅的自恋态度。叶叔，那银毛叫你来打架，你就来了？叶叔实在不明白，周胜对银毛又没什么意见，为什么右上赶着答应对方去干架呢？我是校霸，如果怂了不去赴约，岂不是丢了我们镇阳一中的面子？周胜理所当然道。叶泽明也在旁边赞许点头。叶叔，还真是好强的校园荣誉感。他真的千想万想都没有想到，这便是两方干架的理由，一方比一方奇葩。叶叔不禁怀疑，就周胜这副中二缺根筋的样子，长大后能是坐牢的料吗？叶叔没再和这俩中二少年扯皮，他看了看手表，催促着这俩人赶紧回去写作业。经过这一折腾，叶叔今晚的完美计划被毁了大半。他本想着练完1个小时拳击后就回家整理自己的学习资料的，可没想到还有周胜这一茬。秉持着今日计划今日毕的原则，叶叔拉着今晚的2名罪魁祸首一起熬到了12点。叶叔按照原计划在自己的脑海里不断构建知识点框架，周胜和叶泽明则苦逼地赶着回家作业。中途叶泽明想找借口偷溜回自己家，逃离作业的苦海。他叔姐就甜甜的回绝，并用一副体贴的过分的语气对他说，你爸妈今天不在家，一个人回家写作业不是感觉很害怕吗？没事，今晚我和周胜会陪你的，今晚就住在我们家里吧。看着叶叔意味深长的眼神，叶泽明在心里蹲墙角，呜，叔姐真的太恐怖了，孩子以后再也不敢和胜哥串通一气去干架了。周胜也秉持着兄弟之间就应该同甘共苦的原则，拉着叶泽明不让溜，一起品一品学习的味道。就这样，他们3人在学习的海洋里愉快地畅游了好一会儿。第2天早晨，叶泽明便和姐弟俩一起去上学。高2 6班周胜和叶泽明回到座位上坐下，看着在早自习疯狂赶作业的同学，心里不自觉升起一种满足感、幸福感。叶泽明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哼唧一声感叹，难得早自习那么清闲。周胜转着笔，手撑着下巴，嘴角微弯，懒洋洋道，以后一个人写作业害怕的时候，欢迎来我家玩。我猜叶叔一定很欢迎你。叶泽明回忆起昨晚学习的快乐，连连摆手，下次一定，下次一定。高2 1班叶叔和林西西从外面倒完水回来，就看到班上李佳彤再发一张纸。叶叔从李佳彤手里接过一看，是一张运动会的报名表。啊，就到运动会了。林西西凑到叶叔旁边，我有种强烈的直觉，我俩铁定得报名参加。林西西一脸笃定。叶叔疑惑，为什么地？从小学开始，对于运动会这件事，叶叔都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一直苟在观众席上的。第28章，运动会报名。林西西给叶叔点了点班级里的女生人数。高2 1班作为理科实验班，女生仅仅只有8个人。叶叔知道他们班的女生很少，但是从来没有细数过。看着眼前的运动会报名表，叶叔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他默默地把报名表先放在一边，让痛苦再来得迟一些吧。中午，叶叔和林西西从食堂吃完饭回来，就看到他们班主任靠在讲台旁边，李佳彤站在讲台上，一副要讲事情的样子。教室里的人都陆陆续续吃完饭回到座位，见同学都到齐了，李佳彤拍了拍桌子，开始这次的主题。我们高2这一年的运动会就要开始，大家要踊跃报名。靠在讲台旁边的潘老师也在一边点了点头。而且这应该是我们这届最后一次运动会了，大家要好好珍惜这次运动会的机会。我们班级以后到高3能够参加的集体大型活动就更少了。按照镇阳一中的传统，高3是不参加运动会的，只有元旦晚会那种最大型的活动才可以去看看，当观众。毕竟高3真的很忙，尤其是实验班的同学，还需要忙着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考试。同学们一听是高中3年最后一次运动会，就纷纷来了精神。王岩叼着个酸奶坐在教室后排，举了举手，那我参加。陆羽也扬了扬自己的手，淡淡道，我也参加。有班级里的学生打头，其他同学也纷纷加入。李佳彤在讲台上记录每个人参加的具体项目，不一会，男生组的参赛项目报满了，女生组的每个人都报了几个项目，但是800米长跑的比赛项目还没有一个人报名。叶叔见班级里的场面有些冷了下来，有些替这个场面尴尬，便眼一睁一闭举起手，我报名吧。潘老师赞许的点了点头，班级里的人也不断起哄，舒姐牛逼，舒姐牛逼。李佳彤在名单上写下叶叔的名字，安抚道，没事，这800米重在参与即可，能参加就很棒了，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林西西在后头见叶叔报了名，也一咬牙给自己安排了一个800米的比赛，刚刚好，他们高2 1班运动会的参赛名额都填满了。叶叔理了理自己的参赛项目，800米、100米、扔铅球。他对照了一下参赛的时间，100米的初赛在运动会第1天的上午，扔铅球在第1天的下午，800米跑步则在第2天下午。李佳彤整理完名单，走下讲台，看了一眼叶叔报名的项目，抱拳，女侠，佩服佩服，看来你运动会第1天是个大忙人啊。
叶舒无奈的又看了一眼参赛时间，皱了皱鼻子，没办法，我们理科实验班的女生都肩负着重任。林西西戳了戳叶舒的背，叔叔，晚上我们要一起去练习一下跑步吗？叶舒比了个 OK 的手势，行，那我今晚第一个晚自习留下来和你一起练习。自从报了搏击格斗课后，叶舒就向老师取消了自己的晚自习。按照系统布置的体力任务来看，叶舒需要更加灵活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计划。周胜见他解不上晚自习了，也跟着叶舒回家学习，美其名曰让叶舒辅导监督他。周胜的班主任听到叶舒的大名也放了心，还真就给周胜取消了晚自习。叶舒和林西西约好后，突溜然想到运动会前的练习也不失为一个拉近周胜和陆羽关系的好办法。他最近忙着学习和搏击格斗，都没有找到机会去拉近那俩人的关系。叶舒用笔戳了戳他同桌的桌子，想要打探出陆羽参加的比赛项目。班长，咱班的参赛人员名单可不可以给我看看？李佳彤正抽空做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见叶舒要名单，便爽快地递到了叶舒手上。叶舒大致扫了一眼所有参赛人员的比赛项目，找到陆羽的名字。陆羽参加了2个项目，一个是1000米，另一个是男子组4100米。叶舒暗暗记下，便发消息问周胜他的运动会参赛项目。周胜秒回，姐，我报名了一个400米的跑步。我和你说，别看400米比1000米短，这可是极为考验爆发力和耐力的，你就等着我运动会大放光彩吧。我和你说，叶舒自动忽视了周胜后边一长串大段的废话，挑重点一看，周胜只报名了一个400米跑步的项目。很好，周胜和陆羽的比赛项目完全不重合，他还怎么找借口让他俩一起练习项目，增加感情，拉近关系？周胜这个不争气的家伙，怎么就只报名了一个项目？校霸不应该在运动会上积极表现，积极参加的吗？叶舒愤愤打字，你不配做校霸。脑袋后的短马尾辫也随着手上用力打字而微微颤动。手机另一边还在滔滔不绝地给叶舒介绍400米难度的周胜一脸懵，他姐这是吃炸药了。叶舒没再理会周胜，继续思考对策，想了半天实在没想出什么办法，索性就破罐子破摔，实在不行就硬凑。叶舒重新拿起手机，开始对周胜进行彩虹屁吹捧，又哄着周胜答应第一节晚自习去操场上练习400米。解决了周胜，就剩下陆羽了。此时是下课时间，陆羽坐在位置上，神色淡淡，嘴角轻微上扬，和王岩聊着天，隔着老远就可以听见王岩夸张的笑声。叶舒走到陆羽桌前，神色自然道，大神，听说你报名了1000米，怎么样，晚上叫上另一个报名1000米的男生和我们一起练习呗。女生笑容明媚，举止大方，神态自若，完全没有一丝扭捏。陆羽看着眼前这个加了2个可爱发夹的叶舒，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完全没有和别的女生待在一起的不适感。他觉得自己很奇怪，明明每次都下定决心要和叶舒拉开距离，但是叶舒一请他干什么，他都会不自觉地答应。陆羽看着叶舒甜甜的笑容，顿了几秒，假装理了理书本，维持着酷哥形象，别扭的轻嗯一声。叶舒一听到陆羽答应了他的邀请，眼睛就亮了起来，喜滋滋的暗笑。很好，他真是太机智了。瞧，这不是硬凑成功了吗？陆羽偷瞄着叶舒见他答应后亮晶晶的眼睛，在心里暗暗告诫他自己，下次一定要严肃拒绝他。高中生是不能谈恋爱的第29章，运动会前的练习。王岩撑着下巴，看着叶舒回到座位上和林西西聊天的背影，又转头看了一眼埋头刷题的陆羽，他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可看他俩的样子又很正常。前排的纪年听到了叶舒和陆羽的谈话，暗戳戳的撇了撇嘴，心机怪就知道这样接近陆羽，不行，他今晚得去看看叶舒在做什么妖。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修课，叶舒今晚的任务比较繁重，他利用空闲时间和自习课的时间疯狂地把老师布置的作业给做完了。待下课铃声响起后，叶舒伸了一个懒腰，转身拍了拍林西西的桌子，走，我们去学校对面的小饭馆里吃饭吧。林西西一听是去小饭馆吃饭，眼睛都亮了，忙挽着叶舒的胳膊，好啊好啊，我们再偷偷点奶茶吧，他们那里的饭菜可辣了，和奶茶最配了。叶舒脑海里迅速浮现了美食的画面，迅速的拿起手机和林西西挑选起奶茶来。李佳彤收拾书包，看着他俩这嘴馋样，啧啧几声道，瞧你们两眼放光的样子，不知道的人看见了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高兴事呢。叶舒选了一杯他最爱的星空葡萄，心情很好的接话，吃好吃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件令人很幸福的事啊。叶舒帮林西西下好单，扬了扬手机，班长，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我还约了我弟他们一起。李佳彤摆了摆手，歉意的笑了笑，我爸今天回家，我妈叫我一起回家吃饭，咱们下次聚啊。叶舒点了点头，和林西西挽着手到校园门口等周胜他们。此时正值放学，三三两两的学生背着书包从教学楼走出来。校园门口有一个小贩在卖糖葫芦，看着生意很好的样子，周边围满了学生。天边被太阳染成金黄色，丝丝微风拂过地面，轻微卷起几片落叶。见到周胜和叶泽明的身影，叶舒远远地朝他们挥了一下手。
周胜和叶泽明见状便小跑过来。你们两个手里怎么拿着保温杯？叶舒奇怪地看了一眼他们手中的杯子，有些好笑。怎么了？最近你们开始养生了？周胜理了理微乱的头发，摇了摇手里的杯子，一脸自豪地看着两个女生。你俩铁定不知道我们杯子里装着什么，这是我和叶泽明最近新想出的喝法，该不会是加了很多很多冰的肥宅快乐水吧？在叶泽明忍不住要公布答案的时候，林西西就在旁边轻飘飘地来了一嘴。看着周胜和叶泽明一脸惊讶的样子，林西西柔静的小脸上满是笑意，摊了摊手，我哥以前就那么喝，我早就见怪不怪了。叶泽明夸张且中二地拍了拍周胜的肩，胜哥，看来我俩还是想晚了一步啊，我还以为咱俩可以成为这个喝法的创始人呢。少来了，你俩。叶舒挽着林西西的手，指了指对面的小饭馆，走吧，吃饭去。小饭馆的饭菜果然名不虚传，他们四人吃得很畅快，冒着冷气的饮料搭配爽辣的饭菜，很有滋味。叶舒和林西西回到教室的时候，第一节晚自习还没开始，教室里很安静，留下来晚自习的同学已经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写作业了。叶舒和林西西轻轻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也静下心沉浸到学习中去。高二一班作为理科的实验班，学习氛围一直都很浓厚，再加上镇阳一中的传统，每逢期中考和期末考这样的大型考试，学校都会根据年级排名重新分班级，同学们在学习上的竞争就十分激烈。虽然这周的周四和周五学校要举行运动会，运动会之后还有国庆节的7天长假，但是高二一班的同学们已经隐隐有了些危机感，因为国庆节结束后过不了多久就会举行期中考试。第一节晚自习铃声响后，叶舒轻轻敲了敲林西西的桌子，又和教室后头的陆羽打手势示意了一下。陆羽听到铃声后，抬头往叶舒那里看了一眼，便看到叶舒奇奇怪怪的手势。他放下笔，站起身，跟在叶舒他们的身后。你刚才在和我比划什么？走出教室后，陆羽低头看叶舒，疑惑地低声开口。刚才叶舒给他比划的手势跟忍术的手势似的，手指乱飞，完全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提醒你该去操场练习了。怎么样，生动形象吧？陆羽，是挺生动的，形象还是算了姨。另一个跑1000米的男生呢？叶舒往他们身后看了看，后边没有人跟出来。陆羽淡淡解释，他今天实在没有空，先回家去了，说是之后自己会找时间练习的。叶舒点点头，便随林西西和陆羽往操场走去。天色微暗，月亮隐隐出现在天边，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巨型灯源把操场照得格外亮。陆羽拉了拉伸，准备开始跑步，就听见后边传来了让人皱眉头的熟悉声音：姐，我来了，我现在就给你展现一下我绝佳的400米天赋。周胜也到了。陆羽没有转头，兀自在一旁做准备活动。周胜跑近时，看到了一旁的陆羽，声音戛然而止。叶泽明看着眼前这一幕，悄悄问叶舒：陆羽怎么也来了？我请他来和我们一起练习跑步的。叶舒重新扎了一下头发，准备运动。周胜一听，瞬间炸毛：姐，咱为什么要和他一起练习啊？陆羽跑步跑得特别快，又从小跑马拉松，应该很有经验的。况且陆羽和我是一个班的，当然要和他一起练习，学习一下他的方法了。叶舒极力找理由，给自己的行为加上一些合理的说法。陆羽本在旁边默默拉伸，听着叶舒这像是不要钱的夸奖，有几丝不自在。看周胜那狂拽的样子，似乎也顺眼了许多。他蹲下身，重新系紧鞋带，轻咳了一下：我们热热身就可以开始跑步了。陆羽的话重新拉回了众人的注意力。周胜瞥了好几眼面前那个装模作样、一本正经的人，背对着身开始做准备运动，来一个眼不见为净。第30章运动会前的练习2。空旷的操场上，一行人拉着身，神态各异。周胜和陆羽这两死对头，脸朝着不同的方向，面无表情。叶舒和叶泽明则暗戳戳地观察着整个场面的情况。叶舒转头换了一个拉伸姿势，便发现林西西此时眼睛亮得格外惊人，视线不停在周胜和陆羽之间来回打转，嘴角露出些奇怪的笑意。林西西此时确实开心坏了，自从他上次和叶舒一起去了游乐园，就发现了一对隐藏的 CP， 之后这俩人许久没有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了，林西西还失望了好一阵子，没想到今晚还有这样的福利。磕到了，磕到了。叶舒轻扯了一下林西西的袖口，让她注意一下自己的表情。林西西回过神，有意地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视线，柔声问道：叔叔，我们拉伸的差不多了，开始跑吗？叶舒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大家都拉伸好了，开口道：咱们开跑吧。一开始一伙人都跑得挺正常的，陆羽跑在前头，叶舒他们跟在后头。周胜在看到陆羽之后一言不发，只是和叶泽明寸步不离地跟在叶舒身后2步远的地方。快跑过半个操场的时候，周胜渐渐和叶舒并排跑，然后继续往前超，慢慢靠近陆羽。陆羽感觉到身后有人在慢慢逼近，转头看了一眼周胜，又面无表情地回过头，随即加快跑步速度。周胜嘴角轻扯，轻哼一声，也加快速度。叶舒一开始还紧紧跟在领头的后边，渐渐的前面的领头越跑越快，越跑越快，
最后叶舒完全跟不上，就放慢步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跑。原本好好跑步的一队人，渐渐地分成了2队。周胜和陆羽在前边比飞毛腿，叶舒和其他人在后边慢慢跑。他俩跑得都好快啊！林西西跟在叶舒旁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叶泽明淡定道：“胜哥和陆羽一见面就不对付，他俩这样完全不足为奇了。”叶舒一脸笑意地看着前面互相加速的2人，他俩如果参加同一个比赛项目就好了，我看咱这校园纪录肯定得打破。其余2人被逗笑，叶泽明笑道：“舒姐，论安排还得是你。”叶舒和其余2人心情格外愉悦地跑完了全程，便看到周胜和陆羽等在终点处互相隔着老远，身上全是汗。叶舒分别给他俩递了一瓶水，竖起大拇指，十分肯定道：“你们俩是真的很厉害，我觉得都不用运动会比赛了，我猜你们就是你们那个体育项目的第1名了。”周胜被他姐夸得很不好意思，对着陆羽的臭脸不摆了，轻哼几声：“姐，到时候比赛400米的时候，我就给你看看小爷的英姿。”陆羽喝了一口叶舒递过来的水，偷偷看了一眼叶舒。叶舒刚刚跑完步，脸蛋红润，一缕发丝被汗水浸湿，粘在额头上，桃花眼弯弯的，嘴角浸出甜甜的笑意。夸奖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仿佛沾了蜜。陆羽微微转过头，假装在看操场的灯光，耳朵却有些发烫。一行人在原地休息了一会，便开始各练各的项目。纪年从教室里溜出来，完全没有看到他想象中叶舒一直缠着陆羽的画面。陆羽居然在和周胜、叶泽明比赛跑步，而叶舒则在和林西西一起练习100米。他悄悄躲在柱子后看了一会，没发现什么，又愤愤回到教室写作业了。练习的时间过得很快，第1节自习课下课铃响，叶舒和周胜就跟大伙告别。叶舒暗暗观察了1节课，发现周胜都在和陆羽暗暗较劲。1节课的体育练习下来，周胜整个人的后背都被汗水给浸湿了。当然，陆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叶舒暗暗偷笑，他感觉进展十分顺利。坐车回去的路上，叶舒打算试探一下周胜对陆羽的态度，只有他俩互相合胃口了，才可以成为朋友嘛。胜胜，你觉得陆羽怎么样？周胜靠在车门那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色，撇了撇嘴，不怎么样，还是很装。又顿了顿，继续道：“不过没想到他的体力这么好，和我跑步比了1节课，也没和我认输。”叶舒调侃：“是不是你和他比赛的时候感觉快撑不住了呀？”周胜被他姐质疑，感到非常气愤：“怎么可能？我的体育向来是很好的。”哦，好的。周胜被他姐明显敷衍的态度给刺激到了，暗暗下定决心：陆羽不是从小就练马拉松吗？那他之后也要每天夜跑。到家了，周胜打开车门下车，见叶舒完全没有下车的意思，疑惑道：“姐，不走吗？”“不了，我还和王教练约了搏击格斗的训练呢。”看着车子开走，周胜回想起他姐的身手，心里只有一个字：牛。搏击馆，叶舒跟着王教练做了1个小时的力量训练，满头大汗，坐在地板上休息。王教练在一旁拿着表格记录叶舒的数据，点头道：“不错，看来最近的训练有效果了，力度明显变大了。”龙星靠在墙边，默默地注视着叶舒这边的动静。听到王教练的话后，叶舒很高兴，他的确觉得自己最近踢出去的力道更加重了。龙星上前给叶舒递了1块毛巾，擦擦。谢谢。叶舒笑着接过毛巾，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既然你进步了，我们哪天抽空 PK 一下吧。龙星眼睛直直地看着叶舒，要不就这周6呗，我们搏击馆不是每周6都有学员比斗赛吗？王教练看着资料在一旁建议，叶舒你确实得和人比斗一下，这样可以更好地发现自己的格斗薄弱处。叶舒点了点头，接受了龙星的提议。他站起身，行，那我这周6早上会准时到搏击馆的。龙星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就去练拳了。第31章运动会1。没过几天，学校举办的运动会就正式开始了。他们高2一班的班服讨论了好几天，最后定下来的是一套中国国家队的运动服。这套衣服的方案是王岩提出来的，借他的话来说，红黄2色搭配的运动服十分有精神气，更何况穿着和奥运冠军一样的服装，也寓意着胜利。叶舒完全没有想到，王岩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性格，心思却这么细腻。王岩提出的充满寓意的班服被全班全票通过。此时，叶舒被选为班级代表，在前头举牌，全班穿着中国国家队的队服，整齐划一地朝主席台走去。每个年级的实验班本就十分引人注目，高2一班这次别出心裁的服装更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我去，他们居然连国家队的队服都想得出来啊！真的，他们这衣服一穿出来，就像是要争第1去的。其他班级的同学看着高2一班亮眼的服装，纷纷议论着。整个开幕式就是每个班级放飞自我的时候，大型玩偶、女装大佬、各种中二热血 cosplay 齐齐上阵，热闹极了。周胜他们班级全员 cos 了火影中的人物，很是吸睛。走到主席台展示的时候，还比划了一些招牌的忍术手势。中二之魂熊熊燃烧。经过一段十分乏闷冗长的校长发言后，高3的一个学长上台带着大家进行体育宣誓。很快，镇阳一中在礼炮声中开始了为期2天的校园运动会。
镇阳一中的体育场有一个超级大的看台，紧邻着跑道，每个年级都坐在看台里观看运动会。李佳彤和体育委员在自己的班级方阵给要参加体育比赛的人分发号码牌。几个志愿者从供水处搬来一箱矿泉水供全班同学饮用。运动会这2天的天气很好，太阳直晃晃地照射地面。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但还是热得不行。许多同学都从教室里拿来了伞，以遮挡住火辣辣的太阳。叶舒在位置上待了没多久，就听到广播站开始播报，请高2段女子组100米的参赛人员到指定地点进行检录。叶舒站起身，喝了口水，准备出发去比赛场地。林西西在一旁给叶舒鼓气：“叔叔，加油啊！我在终点处等你。”叶舒点点头，脱下班服，露出里面的运动短袖和运动短裤，往跑道走去。他今天早上出门，特意看了一下星座运势，今日宜穿粉色，而粉色恰巧是叶舒最喜欢的颜色。黑粉相间的运动服显露出少女柔和的身体曲线，把一双长腿撑得又白又直。高高扎起的短马尾配上活力的步伐，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我靠，这个女孩子好好看啊，是哪个班的？想要小姐姐的联系方式。王岩在校园里当志愿者，专门抓拍运动件的矫健身姿。他摆弄着相机，看到这一幕，忙按下快门，啧啧感叹：咱们班的叶舒真的很漂亮啊，完全可以当我们镇阳一中的校花了。陆羽快速看了一眼叶舒的背影，怔了怔，倏地移开目光，拍了拍王岩的肩：好了，你别闲着了，另一边的运动件需要你。叶舒在领跑前有些紧张，他微微攥紧拳头，等待裁判的指令。砰的一声，枪响了。叶舒感觉自己身上有些轻飘飘的，猛地冲出起点，领先了周围的女生一大截，很快就到达终点。给林西西递了一瓶水给叶舒，夸赞道：叔叔，你跑得好快啊，小组第1名哎，也太厉害了。叶舒也感觉很奇怪，他觉得自己跑步的时候身体轻飘飘的，很快很顺利的就到终点了。他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体育废，怎么现在跑步感觉如此轻易？他在脑海里呼叫007系统：007，刚才有什么道具投放在我身上吗？我感觉自己跑步的时候身轻如燕。宿主，也许是你之前使用的运动能力强化卡间接影响到了你的体育素质，再加上叔叔你现在每天都运动，体力上升是很正常的事情。叶舒思觉有道理，挽着林西西的手走回自己的班级方阵。跑得怎么样？李佳彤递了一个橘子给叶舒，叶舒还没来得及开口，林西西就迫不及待地说出喜讯：可以啊。李佳彤朝叶舒竖了个大拇指，又翻看了一下他目前统计的各个参赛人员的成绩，感叹道：我们班的势头保持得很不错，现在积分有一定数量了，有很大可能可以挤进前3。叶舒上午的比赛比完了，没有什么事情，就和林西西到处去观看各处的比赛。很快就到了周胜一直吹嘘他跑得很牛的400米比赛。叶舒隔着比赛横栏，远远的就瞧见了周胜。他穿着一整套分外骚包、十分引人注目的红色运动服，与叶舒视线相对后，还疯狂地朝叶舒挥手，笑得有些傻傻的，完全就没有校霸的样子。很快比赛就开始了，周胜那道红色的身影全程都超出第2名100米远，跑得飞快。快跑到终点时，还特地停下来往后看了看，简直是嚣张极了。跑道边的横栏处挤满了观众，他们看到镇阳一中校霸的骚操作后，纷纷起哄，直呼牛逼，场面一时间很是热闹。或许是周胜跑400米的英姿太过夺目，或许是周胜长着一张美少年的脸蛋，许多女生此时都忘却了周胜校霸的身份，纷纷忙着上前给周胜递水。叶舒此时也很是高兴，但又不好表现得太明显，因为那个被周胜全程甩了100米的第2名，那个悲催倒霉蛋就是他们班的体育委员嗨嗨。叶舒觉得他现在脸上面无表情比较好，这严谨的代表着他中立的态度。运动会第1天，高2一班收获可谓是颇丰。虽然400米比赛仅仅获得了第2名的成绩，但其他积分占比更多的男子组和女子组的4100米接力赛都纷纷进入了决赛。不得不说，陆羽的名头在年级里是十分响亮的。学神校草2个身份的叠加，吸引了不少同学的注意力。陆羽在参加男子组4100接力比赛的时候，观众席上的喝彩声就一直没有断过。第32章运动会2。很快，第1天的运动会就告一段落了。镇阳一中十分人性化，把运动会期间的晚自习给取消掉了。放学铃声一响，同学们就纷纷收拾书包冲出学校。叶舒依然坚持每天去搏击馆练习1个小时。他发现经过每天的体育锻炼，自己原本纤瘦的身体变得更加紧致了，呈现出健康活力的色泽。更加让叶舒欣喜的是，他长高了，原本162的个子变成了165。嘿嘿，成为一个御姐岂不是指日可待了？叶舒从搏击馆回来后，就一直对着镜子自照。周胜下楼接水的时候，看到叶舒在镜子面前扭来扭去的样子，实在不忍直视。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胆子，吐槽道：大姐，别臭美了，等来的就是她姐脚上的粉红球球拖鞋。哎，自从她姐开始练搏击后，她在这个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危险了。姐弟俩人在家看了一部电影，就早早的回房间去睡觉了，为第2天的运动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很顺利的，第二天早上，叶舒的100米决赛和周胜的400米决赛双双获得了第1名。叶舒比赛完后就坐在椅子上和林西西一起看闲书，两人手里还拿着一袋零食，颇为悠闲。李大班长拿着积分手册，计算了一下班级的积分，皱了皱眉。我们班的比赛积分马上要被高2、6班给追上了，这可不太妙。他看了看别的班级，许多同学手中一堆白花花的加油稿都一个劲儿的往广播站送，又看了看他们高2、1班参赛人员都去参加比赛了，志愿者都去为校园做志愿了，还有零星的几个同学都四处散在比赛场地围观着比赛。班级的座位空空如也，只剩下叶舒和林西西了。李佳彤见状走到他俩身边，给他俩递了2瓶冰红茶。咋了，班长？叶舒吃了一口薯片，接过冰红茶问道。我们组织十分迫切的需要像2位这样的优秀人才，看到别的班级成堆的加油稿了吗？组织需要你们。叶舒往四周看了一眼，发现好像真的只有他们班级头铁，没有写加油稿赚积分。他朝李佳彤比了个 OK 的手势。李佳彤见解决了加油稿不足的问题，便忙跑到别的地方忙去了。林西西从包里拿出了2支笔，一支递给叶舒。那刚好我的书包里还有2支笔。林西西看书一直都有写下自己看法的习惯，所以一直都在小包包里放文具。两人从别的地方顺来几张白纸，开始动笔。林西西动了几个字，忽得有些泄气。叔叔，就凭咱俩这样写，也比不过别的班海量投稿呀。叶舒刷刷动笔，淡淡道：没事，咱俩和别的班比的是质量。况且不是只有被广播站的人选中读出来才有积分吗？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忍不住笑出来，朝林西西挥挥手：听我的，咱就这样写，铁定能被读到。那些千篇一律的演讲稿哪有这样有趣咧？林西西也在一边捂嘴偷笑，和叶舒开始奋笔疾书赶加油稿。此时广播站开始播报，请男子组4100米的同学到操场进行检录。眼看比赛就要开始了，叶舒和林西西哗哗的写下几张加油稿，跑到广播站一股脑的全交了，就看他们班比赛的时候哪篇稿子能够被选中了。男子组4100的比赛一向都很是吸引人，每一棒的接力都至关重要，是超越和被反超的过程。按照年级顺序，高1的同学先比赛，高2的后跑。看台的横栏处围满了人，探着头试图能够把比赛看得更清楚一些。叶舒另辟蹊径，拉着林西西到操场的足球场地上去观赛。足球场地上都是一些校园的志愿者，王岩正摆弄着相机准备拍摄，忽地看见叶舒和林西西，朝他俩挥了挥手：来，看看我拍的照片，讲真的绝了，绝对上校园公众号。林西西接过相机翻看了几张，看到叶舒跑步时的照片，笑笑：拍的真的很不错哎，这张照片叔叔简直美呆了好吗？叶舒点头附和，拍照技术很好。王岩被他俩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解释道：主要是我妈经常叫我帮她拍照，拍得多了，熟能生巧。他们3聊了一会天，就轮到高2年级组比赛了。我们班的人在第2跑道。林西西戳了戳身旁的叶舒，叶舒顺着林西西手指的地方望过去，一眼就瞧见了陆羽。他穿着纯白的短袖和黑色的运动裤，身姿挺拔，神情淡淡的，周身散发着冷冽的气质，格外引人注目。观众席上的同学几乎全部站起来了，都想看一看他们镇阳一中的校草。裁判吹哨，让参赛人员注意。砰的一声枪响，每班的第1棒就迅速地冲了出去。观众席上一片嘈杂，每个班的同学都在为他们班的参赛选手呐喊助威。此时广播站适时地开始读加油稿。高2、1班的叶舒来稿：陆羽，你的步伐总是那么的强劲有力，加油往前冲刺吧，我们高2、1班永远爱你哦。叶舒当时只是想着怎么肉麻怎么来，但是当他自己从广播里听到这段话，恨不得假装自己消失在原地，实在是太羞耻了。叶舒赶忙捂脸。叶舒和林西西给他们班4100米比赛的同学都专门写了加油稿，为了他们的加油稿能够被选中，用词都十分大胆。而此时此刻，广播站的同学显然发现了这些奇葩语录，挑中了叶舒写给陆羽的加油稿，并声情并茂、富有感情地朗诵了出来。陆羽负责最后1棒的冲刺阶段，他目光紧紧地盯着第2棒的同学，生怕出任何差错。突然听到广播站里叶舒的肉麻话语，紧绷的神经一松，时刻准备往前冲的脚差点都要软了下来。陆羽，呵，真牛！看台上的同学们听到这段加油稿都笑成一团，大声朝着跑道中央的陆羽喊：陆羽，我们永远爱你哟！而此时的叶舒人已经没有了第33张。你很棒了，叶舒和林西西两人完全没有想到他们递上去的加油稿会有如此效果。整个操场上都回荡着爱你哟这3个字，堪称社死现场。王岩在一旁用一种神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俩。叶舒顶不住准备开始解释，谁料王岩举起大拇指伸到他面前：我靠，牛的一批啊！我高1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样写加油稿，不愧是我们舒姐。叶舒，你的脑回路也很厉害好吗？经过广播站的肉麻语录，整个操场的气氛被彻底烘托起来了。男子4100米的比赛更加有竞技氛围，一群陆羽的小迷妹胆子大了一些，不再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陆羽，
而是借用爱你优这3个字，纷纷借机示爱，大喊加油。操场上的参赛选手跑得更加起劲了，颇有一种在参加奥运比赛的感觉。陆羽没有被周边的调侃所打扰，稳住心神，目光紧紧地盯着交接棒。很快，第3棒的同学开始往前冲刺。不过，进入男子组4100米决赛的班级都很强，尤其是高2 6班领先了高2 1班10米左右的距离。高2 1班的同学看到这怎么也缩小不了的差距，有些气馁。突然，在第3棒同学把交接棒递给陆羽的时候，场面一下子扭转了过来。陆羽强健有力的大腿迅速发力，猛地冲出去，极快地缩短了和第1名的差距。黑色的头发因跑得太快而往后倒仰，露出精致清冷的眉眼。他在最后离终点还有几米远的地方，像风一样迅速跑到终点，成为了第1名。高2 1班的同学们都纷纷欢呼，兴奋极了。看台上有许多被陆羽刚才的身姿所征服的小迷妹，纷纷用手机拍下照片。王岩朝四周望了望，啧啧感叹：看来咱们陆神后援团的队伍又要壮大许多了。见比赛结束，叶舒和林西西跟着王岩往班级方阵走去。陆羽坐在椅子上大口喝着水，汗水顺着脖子流下，微微打湿了衣领。王岩上前给陆羽看了几张他给陆羽拍的帅照，自夸道：我拍照的技术你且放心，一定会让陆哥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陆羽看了一眼照片，应付是亲恩。叶舒拉着林西西在王岩身后站着，想到刚才广播站读的肉麻话语，心里有一丝丝尴尬。不过只要脸皮够厚，尴尬的就不是他，而是别人。叶舒大大方方的上前祝贺：陆神，恭喜你拿到第1啊！你最后的那个冲刺跑得实在是太快了。陆羽看着眼前神态自然的明媚少女，想到前不久广播里的语录，嘴唇不自觉地抿了抿，耳尖有些发烫。他就这么喜欢我吗？陆羽面对如此热情的攻势，实在是应付不来，他的头往旁边偏了偏，不自然道：谢谢。运动会第2天上午的比赛都十分精彩，高2 1班的参赛选手都十分给力。男子组4100米拿了第1名，女子组4100米拿了第2名。这2场跑步给高2 1班加了不少积分，成功的超过了原本积分领先他们一届的高2 6班。吃过午饭，叶舒就拉着林西西到操场上逛圈。下午就要跑800了，他俩都有些紧张。800米其实只是一个较短的距离，对于骑车来说1、2分钟就到了，对于走路来说慢走5分钟就足够。但是800米是计时跑，那么这场比赛就十分痛苦了。周胜明白他姐从小跑800就难受的德行，知道叶舒报名了800的时候，还惊讶了好一会。他偷偷给叶舒和林西西点了杯奶茶，用他的话来讲，痛苦完后喝点爱喝的，也算是苦尽甘来。很快就到了女子组800米比赛，叶舒和林西西去操场参加检录。林西西在叶舒前面一组，比叶舒先跑。叶舒站在原地全程围观，林西西柔柔弱弱的小身板真的很是吃力。跑最后100米的时候，小脸都涨得通红。等林西西跑到终点的时候，已经累得不行。陆羽和王岩被班级派来送水慰问。王岩一见林西西穿过终点，就赶忙把手里的矿泉水递过去，给，赶紧喝一口，我看你嗓子都快冒烟了。林西西和王岩道了声谢，便赶忙拿起水猛喝，身体稍微缓和了不少。林西西就和陆羽他们在终点处等叶舒。叶舒此时已经开跑1圈了，他紧紧地跟在第1名的身后，他调整着呼吸和脚步，尽量让自己不要太过疲惫。快了，还剩下最后200米，叶舒咬牙坚持着。跑到旁边的足球场地上，也有不少人在围观，看着这些跑800米的参赛选手，也不觉有些紧张和劳累。纪年混在人群里，看着运动会大出风头的叶舒，眼眸微沉，攥了攥拳头。因为叶舒的到来，他的光芒就生生的被压了下去。老师口中赞美的对象从他变成了叶舒。陆羽一向对女生秉着生人勿近的态度，但他对叶舒却颇为不同。纪年嘴唇紧抿，不甘心的咬了咬唇瓣，在叶舒要向终点冲刺的时候，偷偷往过道扔了一粒小石头。眼看着叶舒越跑越近，纪年的心高高提起。他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既希望叶舒能够摔倒，又希望叶舒跨过去。还剩最后100米，叶舒看了一眼前面的人，想要咬牙再往前冲一下，不知踩到了什么，突然身体失去重心，向前扑去。叔叔！林西西在终点惊讶的大喊。陆羽眉头微拧，本能的想要跑上前去扶住叶舒。变故就发生在这一瞬间，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叶舒在往前扑去的那一秒，单手撑着地面，利落的翻了个身，继续往前冲刺。我去，舒姐也太帅了！王岩捧着个相机，咔咔拍照。陆羽眉头缓缓舒展，眼里藏着些许自己都没发现的笑意。因为刚才的变故，叶舒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咬牙冲刺也没有超过第1名。叶舒有些失落，跑到终点处，撑着膝盖微微喘气。喂，你很棒了！一阵清冷的声音从叶舒上方传来，语气微微有些生硬。第34章，和龙星打斗。叶舒抬起头，就看到了一瓶冒着冷气的矿泉水。陆羽的手指修长，指骨明晰，他拿着矿泉水递到叶舒面前，一动不动。叶舒怔了一下，又偷偷看了一下陆羽的手，半晌接过矿泉水。
谢谢。他渴得不行，打开瓶盖，咕咚咕咚的就喝掉了半瓶。见陆羽一直看着他，叶舒有些不解，目光似询问的看着面前的人，冲他笑了笑，开口道：“怎么了？”少女的脸颊粉粉的，眼睛清亮似冒着水光，唇瓣因刚刚喝完水格外水润饱满。陆羽不自主地瞥了一眼少女晶润的嘴唇，又看了一眼还剩半瓶的矿泉水，微微移开视线。我和王岩是班级派来给你们俩送水的，你不要误会。哦，谢谢。叶舒不明白，他刚才仿佛已经道过谢了，这是让他再谢一次。少女笑容依然灿烂，陆羽定定地看了叶舒一眼，转过身插兜走了。叶舒有点摸不着头脑。绿茵场上，同学们见比赛结束就纷纷散去，只留下几个志愿者在原地。纪年的脸色苍白的有些难看，身边的同学关切地问：“纪年，你怎么了？脸色怎么那么白啊？我们回班级休息一下吧。”纪年点点头，临走前回头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在终点处和朋友闲聊的叶舒。叔叔，你刚才怎么回事啊？感觉要摔倒了。林西西走上前来，关切地询问。刚才好像踩到一块石头了。叶舒往刚才的跑道上看了一眼，奇怪，按道理说比赛前场地会检查一遍的，不可能有小石头。林西西觉得有些没道理，便和叶舒往跑道上瞧了瞧，结果石头不见了。我们先去看看其他比赛吧，这件事到时候再说。叶舒带着林西西去别的场地看比赛。很快运动会就接近尾声了，校长在讲台上总结了一下运动会内容，并分别说了一下前5名班级的积分。经过高2一班全体同学的努力，他们班比赛总积分最高，超过第2名整整10分。潘老师高兴极了，站在班级队列的前方，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运动会结束的那一天刚好是星期5下午，之后便是连续7天的国庆长假。潘老师召集同学们回到教室，有事情要交代。老生常谈的便是放假的安全问题，学校每次放假的时候都要再三强调注意个人安全。潘老师絮絮叨叨讲完一大堆后，又重点强调了一下学习。你们放假不要玩得太疯，把学习给忘了。按照我们学校的传统，国庆节结束的2周后就要举行期中考试了。期中考试的成绩将决定你们是否仍然可以待在实验班。这7天假期刚好给我们足够丰富的时间去查缺补漏。同学们原本因为7天放假而躁动的心，因为期中考而彻底冷静了下来。潘老师看刚才那段话起到了危机效果，暗自满意点头。好了，话说了一大堆，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就在这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下课。潘老师走出教室，把这群兔崽子抛在脑后，在心里愉快地哼着歌。啊，国庆，我来了。举行运动会的这2天，校园贴吧上的话题就一直没有断过。叶舒穿着黑粉相间运动服的照片获得高赞，下面吸引了一大群迷弟和迷妹，纷纷和美女子进行贴。陆羽和周胜2人本就有校草和校霸的名头，又因为运动会上的帅照，后援会日益壮大。更让叶舒惊讶的是，他逛校园贴吧的时候，还发现专门有一个帖子在磕周胜和陆羽的 CP， 热度还不小。哈，这要是让周胜那家伙看到，岂不是得气得冒烟啊？国庆假期的第1天，也就是周6，叶舒早早的起床，准备去搏击馆参加每周6举行的学员比斗赛。他一到达搏击馆门口，就看到一身黑色劲装的龙星靠在大石柱上，1寸的头发稍微长长了一些，给周身增添了几丝野气。头仰靠在石柱上，双眼紧闭，长长的睫毛低垂着，似是假寐。听到脚步声，龙星倏地睁开双眼，一看是叶舒，眼睛微亮。走，换上练功服，我们俩比一比。叶舒还没来得及和龙星打招呼，就被这个格斗狂魔推到更衣室换衣服去了。换好衣服后，叶舒来到龙星所指定的擂台，周边热闹极了，几乎所有搏击馆的弟子都来了，他们把擂台里一圈外一圈地围了起来，并且搏击馆的教练也全都到场。他们手上拿着几张表格，站在教练专属的观赛台，不知在聊着什么。你来了，我们就开始吧。龙星见叶舒换好衣服后，就动作利落地翻身上了擂台，摆出格斗架势，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叶舒每晚都来搏击馆训练，进步得飞快。教练教给他的格斗动作，他当天就能够正确掌握，并且熟练应用。王教练看着叶舒的数据，眼里的笑意是一天比一天多。渐渐的，搏击馆里的人都在传叶舒是一个100年难得一遇的搏击天才。龙星期待这一天，期待了好久。好的，咱们开始吧。叶舒也迅速做好准备动作，就等着裁判喊开始。哨声一响，叶舒和龙星2人纷纷动手，想要先发制人。拳脚的动作都十分迅速到位，让旁边的搏击馆弟子有些看花了眼。龙星观察着叶舒的动作，眼睛微闪，眯了眯，使出了一个大招。叶舒心里预感到危险，连连闪躲，化险为夷。手脚的力度进步很大，身形也十分灵活。王教练站在比赛台上，看着眼前的打斗场面，暗暗点了点头，在表格上打了勾。身边另一个教练满脸羡慕地看着他，感叹道：“老王啊，没想到这个好苗子居然先被你收走了。”王教练嘴里谦虚：“哪里，
你不是也有几个好徒弟吗？眼里的嘚瑟却止不住的往外冒，真是争气的孩子啊！以后大赛又多了一个希望了。第35章女陪练。在搏击格斗中，男女两方无论是在肌肉力量、肌肉速度还是神经反射都有明显的差别。因为生理上激素分泌的不同，女性在搏击格斗上就天生比男性要弱一些，这是所有人的认知。但偏偏叶舒出现了，他竟然可以和搏击馆排名第一的搏击狂魔龙星打好几个来回。要知道，其他搏击馆弟子最多只能在龙星手下撑4个来回。擂台下，围观群众都呆呆地看着眼前那道纤细亮丽的身影，这还真是个天才，而且居然还是一位看似柔柔弱弱的女生。擂台上，叶舒和龙星打了10几个来回，逐渐有些撑不住了，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他停下动作，比了个暂停的手势，喘了口气道：“师兄，比赛结束吧。”龙星反应极快地收回拳头，默默点了点头。他好喜欢刚才打斗的感觉啊！龙星感觉刚才打斗的时候，他和叶舒仿佛进入了某种奇怪的磁场里，他们俩有来有回的，见招拆招，打斗的速度格外快，好像永远也停不下来似的。他上前一步，眼里透出兴奋的光芒：“你还需要再提高一下体力和耐力，等你进步了，我们再比一场。”叶舒大可不必，真的，她是女搏击格斗手，照理来说不是应该和女生打吗？为什么现在和她打架的都是师兄师弟？叶舒暗暗揉了揉因为刚才打斗而酸痛的手臂，挤出笑容：“下次一定，哈哈。”李成鹏跑到叶舒面前，一脸的不可思议，赞道：“妹子，你真的太牛了，居然可以和星哥打好几个来回，还没有落败。”又不知想到了什么，笑了出来。这下咱们馆的死对头乾隆搏击馆脸又要绿了。乾隆搏击馆是 A 市排名第一的搏击馆，经常和他们搏击馆进行友好交流。在一些大型的搏击赛事上，乾隆搏击馆和他们兴隆搏击馆竞争的很是激烈。现在女搏击手中出现了叶舒这样一位天才，大型赛事的名额分配将重新打散重组。比赛结束后，周围的人都散开了。王教练拿着表格，一脸慈爱地看着叶舒。王教练如同黑社会老大一般的面容挤出微笑，让天天挨骂的李成鹏冷不丁打了个寒战。他友好地向他亲爱的教练建议：“那个王教练，咱还是别笑了，这不是您的风格。”王教练原本奇怪的笑脸更加僵硬了，他恼怒地轻踹了李成鹏一下：“快去给我训练去，不要整天嘻嘻哈哈的，师兄要有师兄的样子。”打发走了李成鹏，王教练十分欣慰地看着叶舒，鼓励道：“小舒啊，继续保持下去啊，教练很看好你。再过4个月，青少年搏击赛就要开始了，我们搏击馆打算派你去。”叶舒，教练那个，我只报了1个月的名。什么1个月？王教练有些懵。叶舒干巴巴的解释：“就是我只付了1个月的搏击报名费。”王教练一拍脑袋，忽地反应过来，自从上次收叶舒为徒后，他就忘记了这茬，生怕错过好苗子。王教练连忙解释道：“你既然已经成为了我的徒弟，就不用再续交报名费了。你训练所有的费用都从搏击馆里的账户走，现在你只需要好好训练就行，别的不需要你来操心。”叶舒了然地点了点头。教练，那我们搏击馆还有别的女生吗？之后的青少年搏击赛我参加的应该是女子组的吧？我是不是得和女搏击手练练？王教练神色有些尴尬，咳了咳：“没有，我们搏击馆只有你一个女生。”叶舒满脸诧异，他之前只是觉得这家搏击馆的女生有点少，结果是完全没有。在一旁假意练习，实则偷听他俩谈话的李成鹏凑了过来：“师妹，如果你想要女生对练的话，我有办法，保证你的陪练又强又美。你等我10分钟，我给你带到。”说完，一溜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王教练和叶舒两人都一头雾水，他们搏击馆不是没有女生吗？哪里来的陪练啊？大约10分钟后，噔，师妹你瞧，陪练到了哟。李成鹏远远地拉着一个黑色长发的姑娘往这里走来。姑娘很高也很瘦，柔顺的黑色长发披在肩膀两侧，格外美丽动人。当姑娘逐渐走近，叶舒却感觉越来越眼熟。这时旁边的王教练率先反应过来，笑骂道：“李成鹏，亏你想得出来。”李成鹏见这么快就被识破，实在没憋住，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旁边那位黑色长发姑娘闭了闭眼睛，拳头紧握，揍了李成鹏一拳，迅速地把假发拿了下来，丢在了李成鹏的脸上。哎呦喂，星哥息怒，星哥息怒！龙星双手环胸靠在墙壁上，一言不发。叶舒完全被他俩的操作给秀翻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龙星。别说他师兄扮起女装来简直好看的要命，真是不给女生留活路啊！完全有女装大佬的天赋。龙星察觉到叶舒直勾勾的目光，默默地侧了一下身子。平时本就是沉默寡言的性子，现在完全是自闭的状态。嗨嗨，王教练出来打圆场，小舒啊，我看如果你要找女生对打的话，完全可以找龙星啊。你看你师兄刚才那副打扮，完全够用了。叶舒，为什么这位王教练可以做到一本正经地说出这种话？旁边的李成鹏还用一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连连点头，脸憋得通红，一副快要笑出来的样子。叶舒训练结束，王教练依旧让龙星去送他。临走前，王教练还满脸遗憾道：“
我们兴隆搏击馆虽说只有你一位女弟子，但是如果你需要女陪练，我们搏击馆就算没有，也可以给你变出无数个来。看着王教练一脸要为他提供更好的比赛环境的认真表情，叶舒连连摆手，偷瞄了一下龙星的表情。龙星依旧是一张面瘫脸，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听到王教练这样说，也没有反对，像是默认了。叶舒想象了一下所有师兄男扮女装和他对打的情形，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些美人，他实在是无福消受啊。第36章，讨债。龙星默默地送叶舒走出搏击馆大门，脸上依旧看不出什么情绪。叶舒偷偷看了他一眼，小声道：“师兄，你下回不必做出如此大的牺牲的。我们搏击馆没有女生也挺好的。”龙星点了点头，忽地抬头，直直地看着叶舒的眼睛。那你不退出搏击馆了？我没说要退出呀，我只是问王教练搏击馆里有没有女学员罢了。叶舒一脸奇怪地看着龙星，他从哪里乱听的消息？龙星定定地看着叶舒的眼睛，发现他似乎没有说谎，轻嗯一声，便转头继续往前走。看送的路程差不多了，龙星转身回搏击馆，冲叶舒摆了摆手，淡淡道：“明天晚上准时来练习。”出来时已经是大中午，太阳格外强烈刺眼。叶舒目送龙星修长的背影消失在搏击馆门口，便撑着太阳伞往家里的方向走去。接下来的3天，叶舒拉着周胜一起学习，干完了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他每天晚上都准时去搏击馆报道。李成鹏因为忽悠他新哥扮女装，最近一直被龙星狂虐不止。搏击馆里每晚都是李成鹏夸张的求饶声。叶舒对此深表同情，只道：“鹏哥节哀。”国庆第4天，周胜百无聊赖地瘫在沙发上，眼神呆滞，不想看书，不想学习，只想思考人生。此时叶舒下楼，打扮得很漂亮，手里拿了一个帆布包，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周胜见了，顿时来了精神：“姐，你要出门？去哪里？带上我。”叶舒晃了晃手里的帆布包：“你确定？我和林西西他们约好去星巴克交流作业。”周胜脑海里自动忽略了作业这2字，听到星巴克，两眼放光。游戏他已经和叶泽明打腻了，出门无论去哪都是一个好选择。周胜立马点头，忙跑回房间把睡衣换下，手里也丝毫不闲着，给叶泽明打了个电话，让他一起出来去星巴克玩。叶舒坐在沙发上看他弟手忙脚乱，一脸兴奋的样子，扶了扶额。不清楚的人看到他这样，还以为是要去什么超级好玩的地方旅游呢。就这样，叶舒带着周胜来到星巴克。林西西和李佳彤早早就到了，选了一个靠窗的地方，给叶舒他们3人留了位置。叶舒一打开门，就闻到了浓郁的咖啡香。几人落座后，就点了几杯最近爆火的咖啡，打算尝一尝。国庆节放假期间，咖啡馆的生意十分好，到店的人很多。在等待咖啡上来的过程中，叶舒便拿出几张试卷和小伙伴讨论起题目来。李佳彤和林西西一拿到叶舒手中的试卷，便迅速进入了学习的状态。3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交流出了好几种做题的方法。周胜和叶泽明撑着下巴，在一旁迷迷糊糊的听，伴着四周隐隐传来的咖啡香气，眼睛慢慢不自觉地闭上了。另一边的学霸3人组讨论试卷的效率很高，试卷换了一张又一张，在咖啡端上来的没一会就解决完了所有试卷。太阳的位置随着时间慢慢发生偏移，暖洋洋的阳光从云层间隙倾泻而下，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照射到叶舒一行人的桌前。前2天都下着雨，今天难得是一个好天气，一伙人喝着手里的咖啡，拖着下巴看窗外来来往往的行人，懒洋洋的任阳光洒在他们的衣服上。许是因为气氛太过悠闲轻松，李佳彤用小勺子搅拌了一下手里的咖啡，犹豫了片刻，吐出自己最近的烦心事：“你们知道怎么要债吗？”要债这2字一出来，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周胜的瞌睡虫立马就被赶跑了，他探着身子，怀疑自己听错了，再次重复：“要债。”李佳彤点点头，看着小伙伴们因为惊讶而瞪大的双眼，继续道：“前2年，我爸之前要好的前同事因为有急事向我爸借了一笔金额不太小的钱。这几天我爸打电话去要钱，一开始那位同事还接电话的，但是一听到我爸的来意就敷衍挂断了。现在我爸打过去的电话就一直没有人接听。”李佳彤一想到这件事就有些憋闷，他挠了挠头，无奈叹气：“这世上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啊？我实在不明白那位叔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近我爸因为这件事都愁坏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林西西捧着杯子，听到李佳彤的话，也止不住的担忧起来。这该怎么办呢？小伙伴们坐在一起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到解决办法。你爸爸知道那位同事的家庭住址吗？周胜思考片刻，看向李佳彤。周胜此时的状态和平时嬉皮笑脸的样子截然不同，他直起身，端坐在椅子上，一副办正事的模样。叶泽明听周胜这样说，拍了拍大腿，眼睛一亮：“胜哥说的对啊，如果对方打电话拒接的话，可以上门去要债。”林西西点了点头，柔声道：“对，我觉得如果李佳彤爸爸上门去要债了，那位同事估计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而还钱吧。”李佳彤皱了皱眉，叹了口气：“可是我们家并不知道那位同事的家庭住址。”场面一时凝滞住了，
大家的脑袋里此时又没了思绪。周胜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表情，若有所思，大手一挥道：“这好办，我有一个朋友是黑客大佬，只要有电话号码和名字，我相信应该不难查到。”众人听到这个好消息，皆是一喜。李佳彤和周胜来了个碰拳仪式，脸上满是笑意：“哥们，谢了。”叶叔捧着杯子坐在位置上，听着大伙儿的发言，全程没有说话。见家庭住址的事情解决了，叶叔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觉得那位同事既然拉黑了李家彤爸爸，就表明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赖账了。我们知道家庭住址后找上门去，他就一定会还吗？”叶叔狡黠一笑，示意大家凑过来：“我有一个好办法，或许你们知道吐血胶囊吗？”第37章拼演技的时候到了国庆节第5天，叶叔一伙人一大早就在公园聚集。公园此时没有什么人，四周一片寂静。叶叔等人选了公园的某个角落，围成一个圈，商讨策略。周胜把一伙人拉进群，把那位同事住宅的详细地址发了出来。昨晚我那位朋友查到了，看位置，距离这小公园也不太远。周胜今天一身黑衣，还戴着一个口罩，他悄悄给众人传递消息，声音很小，说话的时候还特意往四周瞧了瞧，颇有一副要出去做任务的赶脚。叶泽明和周胜同样的装扮，眼里止不住的兴奋。走，既然我们知道了位置，就叫上李家彤爸爸一起上门吧。还不太行，我们不能一起进去。叶叔坐在公园的躺椅上，仔细想了想，继续解释道：“我们这样一大群人一起过去，想想也觉得不靠谱。我们得派出一个代表和李家彤爸爸一起进去，其他人就在楼下等着就行。”此时，王岩和陆羽俩人一身运动服装扮，小跑经过公园。王岩好远就看到了叶叔一伙人，他们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聊着什么。王岩拍了拍陆羽的胳膊：“哎，陆哥，那不是叶叔他们吗？我们去打声招呼。”王岩小跑到李家彤身后，一把搭在他肩膀上：“哎，班长大人，你们在聊什么呢？聊得这么起劲，连我靠近了都没发现。讨债呢？既然你和陆神来了，就一起给我们出出主意吧。”林西西秉持着人多力量大的原则，赶忙把陆羽和王岩拉进他们的讨债小分队。王岩一听就来了劲儿，他自从国庆放假后，和他陆哥天天过着早上跑步，下午学习，晚上继续学习的苦行僧生活，人都快没了。讨债这一行动一看就需要大家出谋划策。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接班人，从小就知道捡到5分钱要交给警察叔叔，同学有难怎么能不去热心帮助呢？王岩竖起耳朵，急切道：“快说说怎么一回事，我们只有知道了前因才能想办法嘛。”他又拉了陆羽的胳膊一把：“陆哥，快过来听一听，想一想办法。”陆羽站在圈子外边，单手插兜，神色淡淡的，没有说话，只是应了一声。听李家彤叙述完，陆羽出声建议：“下午5、6点去比较好，那时候许多人都下班回家了，过道里人流量会大一些。”众人点了点头，觉得时间合理。见商讨的差不多了，叶叔站起身自荐：“那到时候就由我和李家彤爸爸一起进去吧，你们就在楼下等着。”不行，周胜和陆羽齐声否决，他俩在这一点上莫名的有默契。陆羽轻皱着眉，看向叶叔：“你还是不要去了，万一那人一直赖着不还钱，动手了怎么办？”周胜原本把陆羽当作空气，听到陆羽的话，颇为赞许的看了他一眼，附和道：“姐，我也觉得有些危险。”李家彤站在旁边点了点头：“叶叔，还是我和我爸去吧。可是吐血胶囊这一计划，只有我知道该怎么演，更何况我最近在练习搏击格斗，完全足够了。”叶叔举了举自己的胳膊，认真道。周胜听叶叔说到自由搏击，突然想到了他姐强大的武力值，不禁放下心。但是在场的小伙伴除了周胜和叶泽明都不了解叶叔的身手，一脸不赞同的看着叶叔。陆羽见叶叔一脸坚持，沉默了片刻，脱口出：“那我和叶叔一起去。”“那就让陆哥和舒姐一起去好了。”王岩赞同道：“陆哥是跆拳道黑带，打架很厉害，有陆哥在，舒姐应该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的。”叶叔一脸惊讶地看着陆羽，完全没想到他也会打架，毕竟陆羽身上总有种清冷的学神气质，让人完全想不到打架的画面。叶叔伸出拳头，想要和陆羽碰拳，笑道：“那就合作愉快喽，学神。”陆羽没有作声，看了叶叔一眼，慢慢伸出拳头，和叶叔的拳头轻轻相撞。下午5点不到，李家彤带着他爸来到小队集合地点，一伙人向着目的地进发。途中，叶叔主动和李家彤爸爸自我介绍，并解释了一下他们待会的计划。李家彤爸爸听完，惭愧道：“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没想到我一个大人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待会解决完事情，叔叔带你们去吃大餐。”小伙伴们笑着应声。李家彤爸爸的前同事住在一个老小区，一栋楼最高只有6楼，没有电梯。其他小伙伴在楼下等着。叶叔和陆羽跟在李家彤爸爸身后，爬楼梯爬到4楼。叶叔看了看门牌号，402就是这间。房门有一些破旧，上面贴着一个倒了的福字，还有一点点双面胶的痕迹粘在上面。李叔叔上前按门铃，等待对方开门。门里的脚步声逐渐靠近，一道男声从门里传来：“谁呀？”
屋里的人边问话边打开房门，一见到李家童爸爸，忽的没有了声音。楼道里不断有住户下班回来，钥匙开门的声音一个接一个。陆羽不作声地靠在大门上，让大门彻底敞开，露出402室里的一切。叶叔趁机一口咬破在李叔叔敲门前就含在嘴巴里的吐血胶囊，认红色的血样液体流出自己的嘴角，划过下巴，一滴一滴地滴在地面上，用尽毕生演技，撑不住似的扶住房门，含糊且费力地吐出几个大字：叔叔，我想活。说完，假装咳嗽了几下，又哇地吐出一口血。李叔叔在一旁打着配合，急声喊道：大妞，大妞，你怎么样了？坚持住啊，爸爸马上就把这位叔叔欠的钱给要回来，给你治病。淋漓的鲜血和李叔叔嘴里大喊的讨债二字，迅速吸引了大量其他居民的注意力。上楼下楼的人纷纷停住脚步，往402室探头。有些居民听到动静，还悄悄打开门缝偷听。李叔叔见事情进展顺利，继续加几个猛料，哭丧着：老徐啊，之前你说有急事，我看我俩是好哥们，二话不说就把40万借你了。你和我说之后再还钱给我，我不是不愿意，不过我的娃等不了了，他的医药费实在是需要这笔钱啊。屋里的男人见楼上楼下的人都看了过来，想关上房门在屋里解决，谁知旁边的一个高瘦的男生靠在门上，含着哭腔，一字一句道：叔叔，求求你放过我妹妹吧。第38章疑似动心。陆羽原本清冽的气质不在，少年此时红着眼眶，可怜极了，哪里有上楼前的那一股酷劲。叶叔嘴里正流着血色浆水呢，听着旁边人仿佛受了欺负的样子，稍稍抬眼偷偷看了一下陆羽。好吗？他好会演戏。叶叔不认输的继续演，从眼眶里硬挤出泪水，红着眼眶喊了屋里人一声叔。见屋里的人还不还钱，楼上楼下的邻居也都看不下去了。住在老小区里的有许多是50、60岁的老人，他们看孩子这副可怜样子，实在是忍不住了，上前规劝。屋里人被说得脸涨红，见实在没法赖账，就只得当众把钱还给李家童爸爸。他还完钱后，一副施舍的样子，甩上门喊：以后可别来了。其他围观的人见状摇了摇头，朝四处散去。叶叔走出居民楼后，病恹恹的小脸一下子就变了，兴奋道：没想到我们真的要回来了。少女嘴角上的红料还未擦去，展颜一笑时，洁白的牙齿上还沾着吐血胶囊残留下来的颜色。陆羽看了叶叔一眼，嘴角微弯，默默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餐巾纸，递给身旁还在一脸喜滋滋傻笑着的少女：擦擦吧。叶叔闻言忙从小包里掏出小镜子瞧，看着脸上残留着的红色印记，皱了皱小鼻子：谢谢。叶叔笑着接过陆羽递过来的餐巾纸，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趁着脸上的痕迹和嘴里残留的洪水还未清理干净，露出标准的8颗牙齿，自拍了一张。见陆羽一副惊讶的样子，开口解释：我还是第一次用吐血胶囊呢，这种神奇的事情当然要记录一下了。叶叔摇了摇手里的手机，询问道：怎么样，你要拍一张照片纪念一下吗？今天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好日子。看着眼前少女含笑的双眼，陆羽不知道为什么拒绝不了，他最终点了点头，让叶叔也帮他拍了一张。李家童爸爸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不由感叹：青春真好啊。见叶叔等人走出小区，周胜一伙人忙迎了上来。周胜拽着叶叔的胳膊，关切地问道：姐，你没有受伤吧？叶叔摇了摇头，一脸喜意道：事情解决了。李叔叔见今天完成了这困扰了自己好久的烦心事，大手一挥，潇洒地搂着他儿子的肩，朝众人道：走，叔叔今天请你们吃晚饭。晚上10点钟，陆羽忙完了今日的所有计划，准时上床睡觉。临睡前，他打开手机浏览了一下信息，动态里传来一个消息。陆羽点开红点，是叶叔上传的一个动态：今日新体验，吐血胶囊真的很逼真。照片里，少女鬼马精灵的露出被吐血胶囊所浸红的牙齿，月眉星眼，俏皮极了。评论区下面热闹非凡，都是被叶叔的美貌炸出来的熬夜仔，纷纷和美女贴贴。还有人对吐血胶囊好奇极了，在评论区下询问。陆羽点开照片看了好几秒，要关上手机睡觉时，鬼使神差的把照片偷偷保存了起来。国庆之后的几天假期，叶叔把一伙人纷纷叫出来，一起去图书馆学习。眼看拉近周胜和陆羽之间关系的计划在逐渐往前推进，叶叔脸上的笑容就一直没有退下过。讨论室里，一行人坐在一个大长桌上，每人手里都拿着几套试卷在写。一旁的周胜戳了戳叶叔的胳膊：姐，这道题给我讲讲呗，我不太会。叶叔脱口而出的答案戛然而止，把试卷往对面递去：陆神，可以给我和周胜讲一讲吗？我们俩都不太会。叶叔暗想，他应该多给周胜和陆羽一些相处的机会。对面的陆羽点了点头，自然地接过试卷，忽视周胜拽里拽气的冷脸，理了理脑子里的思路，条理清晰地说出解题过程。王岩看着旁边这位脸上表情淡淡的陆羽，感觉非常不对劲。身旁人声音清冽，解题答案说得格外详细细致，就连其他的解题思路也一一列举，格外的耐心。陆羽的表情没有变，但他周边的气场莫名变得柔和了一些，不再是生人勿近的模样。
仿佛一块冰沾上了一片阳光下的羽毛。王岩摸着下巴，观察着陆羽的一举一动。好家伙，这不对劲的地方真的太多了。这位大少爷从来没有这么耐心的给他讲过题。以前他问陆羽题目的时候，这位大佬总会极快的报出答案，让他待在一边慢慢想。只有被他问得烦了，才会开金口，说出一两条做题思路，仅此而已。再看看现在，王岩在心里啧啧个不停。这位还自诩是一个酷哥，恐怕马上就要成为小甜甜了。坐在王岩对面的叶泽明还在题海里苦苦挣扎，抬起头喘口气时，也瞧见了他胜哥那边的动静。周胜仍旧是一脸不耐，垂着头耐着性子听死对头讲题。但陆羽却不是平常对待周胜的模样，他眉头舒展，细致耐心，直接忽视了周胜的存在，和叶叔你一嘴我一嘴的讨论起来。叶泽明突然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难道陆神喜欢上舒姐了？叶泽明怕自己会意错，又偷偷观察了一下陆羽的神情，眼神渐渐的和陆羽身旁的王岩相撞，两人眼里都满是不可思议。他俩瞬间明白了对方眼里的含义。哇，这个消息可了不得！两人把猜测揣在心里，默默的在旁边观察。这几天的图书馆之旅，小队渐渐分成了3个区域，分别是吃瓜区、学习区、讨论各怀心事区。大伙中的每一个人在国庆节中都收获感满满。另外，之前学校组织的英语演讲比赛的决赛日期已经定下，就定在国庆放假回来后的第2天。叶叔在国庆节放假期间又重新打开美剧，培养起英语的语感。第39章演讲比赛决赛。国庆节的7天长假结束后，学生们闲散的心思差不多都收了回来，专注于接下来的学业，准备半个月之后的期中考试。语文课上，班主任潘老师讲完课文后，宣布了学校下发的通知。同学们，之前我们学校组织的英语演讲初赛已经比完了，我们班的叶叔同学成功进入了复赛。王岩是一级捧场王，在后头叫好个不停。潘老师笑道：叶叔和林西西同学真的很棒啊，来，我们大家一起给他们鼓个掌。叶叔听着周围的掌声，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莫名的尴尬。李佳彤作为叶叔的同桌，鼓掌鼓得特别起劲。纪年在后头瞥了叶叔一眼，撇撇嘴，心里暗道：切，真会出风头。潘老师见他俩都有些不好意思，回归正传，继续往下说。今天下午3点半到5点半，在活动大礼堂举行英语演讲比赛的决赛。学校决定让全校学生都到现场去观看比赛。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极了，台下一片骚动。虽然国庆放了7天长假，但是放完假之后还得再连续上7天的课，这漫长的1周课程想想都累。能够有半个下午不上课，同学们真的很满足。体委在台下熬了好几嗓子才消停。潘老师见台下越讨论越兴奋，拍了拍桌子：我们班到时候都要给我们叶叔和林西西同学加油啊！知道了，同学们异口同声道。下午英语演讲比赛前的1节课是数学课，王老师许是知道同学们的心思都要飞走，就拿出国庆的数学试卷给同学讲题。不过不是老师讲，而是抽学号，抽到的人当一回小老师上台讲题。将的确还是老的辣，这个规则一出来，大家都纷纷看向试卷，找到自己的错题，开始互相问，甚至在台下借试卷看。这时候叶叔和陆羽的试卷就格外受欢迎了。两位大神最后的几道难题都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认真极了。总而言之，他俩的试卷1节数学课下来都没有多少时间在自己的手上，同学刚把试卷还回来，另一个同学就借走了。一堂数学课下来，可把其他同学累得够呛。同学们纷纷发现老王真的很奸诈，他几乎把全班的学号都叫了个遍，偏偏没有叫到叶叔和陆羽的学号。想来是提前知道这俩学生的学号，故意没有 Q。 临下课前，老王喝了一口水，笑呵呵道：我发现这堂数学课的效果很好啊，看来下次这种方法可以经常使用。同学们在台下哀嚎，纷纷呼喊着求放过。下课时，王老师许是知道叶叔要参赛，还特意鼓励了叶叔和林西西一番，忽视了同学们的哀嚎声，心情不错的回办公室了。英语演讲比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叶叔发现自己越临近比赛就越不紧张，他收拾书包，打算带到大礼堂去，准备演讲比赛结束就可以直接背包回家。林西西走在叶叔身边，嘴里不停地唱着英文歌，这是林西西特有的小习惯，在重大场合比赛发言的时候，他都会小声哼唱英文歌来缓解紧张，并且让自己的嘴巴不那么僵硬。叶叔觉得这方法挺不错，就摘取了方法中最直接的部分，动嘴操。简而言之，就是嘴巴张大又闭合，来来回回几下。此时陆羽从叶叔身边经过，看了一眼鼓着脸，大眼睛眨巴眨巴，一脸傻相的叶叔，垂在大腿两侧的手指轻微动了动。靠，可爱死了！陆羽克制住自己的手，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淡淡道：注意形象。便迈开腿，搭上在一旁拿着相机笑个不停的王岩的肩膀，往礼堂方向走去。叶叔表面上淡定地停下动嘴操，挽着林西西继续走，心里个不停。他和林西西走在班级队伍最后，本以为没有人看见的，万万没想到，真的好射死叶叔脸上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逗笑了林西西。
他拽了拽叶舒的袖子，柔声笑道：“舒舒，你真的太可爱了。”叶舒和林西西跟着班级队伍走，很快就到了学校的大礼堂。学校的大礼堂是新建的，里面很大，可以容纳全校的学生。高二一班的座位在中间位置的第6、7、8排，堪称是观看演讲比赛的绝佳好位置。叶舒和林西西没有和班级的人坐在一起，他们作为参赛选手，坐在第1排评委老师的后面。上次英语演讲比赛的初赛结束后，总共有5名同学进入了决赛。除了高二的叶舒和林西西，高3年级段特别出名的温实木和楚萧，以及另外一名不知道名字的男生也进入了决赛。整个英语演讲决赛就是高2年级和高3年级同学之间的比拼了。英语演讲比赛决赛比的是即兴演讲，选手上场前20分钟抽题，即兴演讲时间为2分钟。这次叶舒的手气很好，抽到最后一个出场，林西西则抽到了第2个出场。两人互相给了对方一个鼓励的眼神，就各自调整状态，做好上台前的准备。大礼堂的设施十分先进，演讲台的旁边有一个巨型的屏幕，摄像头会对准参赛选手，把参赛选手的表情和动作都投放在屏幕上。温实木学姐发挥的一如既往的好，状态很稳定，清冷的面容投射在屏幕上，格外吸睛。叶舒悄悄发现，高3年级的所有人好像都在磕温实木学姐和楚萧学长的 CP。温实木学姐演讲完后下台，楚萧学长上台的那一瞬间，叶舒可以清晰地听到他后排许多同学小声的尖叫。叶舒作为最后一个上台演讲的人，在上场前20分钟抽好了题目。当楚萧学长作为第4个演讲者讲完后，叶舒上台，灯光洒下，屏幕里的少女唇红齿白，眼睛在灯光的照耀下亮得惊人。The round table has been a symbol of the Chinese sensation. It was, it is, and will always be. 一段流利的美式英语配上落落大方的神态，屏幕里的少女此时此刻耀眼的惊人。观众席上的同学们都直勾勾地盯着大屏幕，自信的女生真的很有魅力。底下有不少同学都在低声感叹：天哪，这位同学真的好优秀啊！万万没想到他才高2就可以和高3的学长学姐们平分秋色了。陆羽坐在观众席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屏幕，他的眼睛里映照出屏幕里少女发着光的身影。第40章，新的跳动。王岩坐在陆羽旁边，拿着相机疯狂拍照。我去，不得不说，舒姐真的太牛了。又立刻转身，迅速拍了一张陆羽此时样子的照片。照片里，少年嘴角微微弯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眼睛被大屏幕照得亮亮的，眼神格外专注。王岩看着相机里的照片，啧啧打趣：咱们陆神不太对劲啊，瞧瞧这眼神。你不是说听英语演讲很犯困的吗？赶紧闭眼养神。陆羽伸出一只修长的腿，轻踢了一下王岩的脚，别乱说话。行，我不打趣你了，我也在欣赏咱舒姐的演讲。王岩重新端正地坐回椅子上，看了看远处第2排的选手区，林西西坐在位置上，十分崇拜地看着叶舒，心里隐隐划过一丝难过。王岩看了林西西一眼，没有作声。很快，叶舒的演讲也讲完了，接下来就是评委的评分时间。叶舒回到参赛选手的席位上，等待评委的比分。观众席上的同学们也都在讨论第1名将花落谁家。这演讲比赛真的太过激烈了，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讲得很好。对啊，尤其是温实木和叶舒，他们2个讲的都好精彩。楚萧学长讲的也很不错啊，而且他长得很帅啊。10分钟后，评委老师公布名次，叶舒和温实木都获得了第1名，林西西获得了第3名。领奖台上，叶舒站在温实木旁边，举着第1名的奖杯，笑得格外灿烂。台下掌声雷动。演讲比赛结束后，叶舒跟林西西告别，和周胜回家了。林西西坐在学校的躺椅上，看着天空发呆。给，眼前出现一杯奶茶。林西西抬起头，看见了王岩的笑嘻嘻的脸。怎么了？是谁惹咱林大小姐不高兴了？林西西一把接过王岩手里的奶茶，猛吸了一口，不作声，撑着下巴看着旁边的草丛。王岩一下子坐到了林西西旁边，瞥了他的小脸一眼，慢悠悠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因为叶舒吧？林西西矢口否认：不是因为他，而且我没有不高兴。王岩哼哼了一声，手靠在扶把上，直直地看着他：别装了，我俩认识那么多年了，你难过我会看不出来吗？林西西看了王岩一眼，拖着下巴悠悠地说：我觉得自己好菜啊。林西西盯着地面搬家的蚂蚁，顿了顿，继续道：我只是觉得他们都太优秀了，尤其是在今天的英语演讲决赛现场，高3的学长学姐都太厉害了。还有舒舒，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女生是这样事儿的，人长得很漂亮，学习成绩都样样拔尖，甚至都超过了陆神。要知道陆羽他从小学开始就一直霸占着我们年级第1的位置，结果被舒舒一转学就超过了。林西西脚尖轻轻碰了碰地面，头低低的。今天我坐在参赛选手的座位上，看着他们在台上演讲，他们就像是发光一样。而我，林西西轻轻弯了弯嘴角，柔净的小脸满是落寞，低声道：太失败了，照你这样说的话，
那些没有资格参加英语演讲比赛的人，那些成绩没有进年级前10的人，岂不是要低微到尘埃里了？王岩偷偷瞧了瞧林西西的神色，轻声道：“林西西，你已经够好了，足够优秀了。”王岩定定地看着林西西的眼睛，肯定道：“这不是安慰，这是事实。”王岩抬头望着已经昏黄的天际，神色认真，不似以往林西西印象中嬉皮笑脸的模样，认真道：“这世界上的牛人很多，一山还比一山高，如果每次都想着当第一，岂不是得累死？”他笑着拍了一下躺椅上的扶手：“你看，你自己也说了，陆羽一直都霸榜着年级第一的位置，可是叶舒来了，咱们宇哥依然在酷酷的往前走，压根就没把这当回事儿。”王岩一想到舒姐，也长叹一口气，悠悠道：“曾经我是万年老三，现在舒姐来了，我都跌出前3了。”林西西听着王岩说了一大堆，看他现在仿佛把自己也说 emo 了，不知怎么的，心情好了很多。他笑得柔柔的，轻声道：“王岩，谢谢你。”以后他要一直往前走，往上走。只和1分钟前的自己比，王岩见林西西终于开心了，站起身，爽快道：“行了，今天我请客，庆祝咱林大小姐得了第3名。你不和宇哥一起吃饭啊？”“不了，我把我哥们暂时抛弃一下。况且他今天说不定不上晚自习，回家放长线钓大鱼呢。今天司机没来，叶舒和周胜决定老规矩，结伴走路回家。很巧的是，陆羽距离他们不远，拎着书包走在离他们10步远的距离。”叶舒眼睛亮了亮，这可不是巧了吗？学神和校霸又可以相遇了。叶舒在心里暗笑，拽着周胜又一溜烟地跑上前去。“嘿，学神，好巧啊，咱们又碰面了。”叶舒朝陆羽露出友好礼貌的微笑，又暗暗拽了拽周胜，示意他礼貌点，打招呼。周胜面无表情地看着陆羽，原本看谁都多情的桃花眼和瞎了似的，敷衍地打了一声招呼。陆羽瞥了周胜一眼，面无表情的应声，朝叶舒点了点头，轻声回道：“确实很巧。”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递给叶舒：“对了，恭喜你英语演讲比赛获得第1名。”“谢谢。”叶舒喜滋滋地接下巧克力。周胜在旁边吃了一声，看陆羽这个样子十分不爽，哼，装模作样第1名。周胜在一旁看着他姐不争气的吃起他死对头递过来的巧克力，简直气不打一处来，推着叶舒快步往前走，不想再和陆羽待在一起。叶舒敌不过，只得和陆羽礼貌地说了声再见，和周胜急忙往家里走去。陆羽站在原地看着叶舒的倩影，有些无奈，最近叶舒对他的攻势怎么感觉有些减弱了呢？只得他自己送上门了。第41章，我可不是大圣母。叶舒回到家，完成1天的作业，洗完澡，美美的躺在床上逛校园贴吧。有人把英语演讲比赛的视频上传到了贴吧里，有着不小的热度。叶舒还没见过他自己演讲的样子呢，就好奇地点进去看了看。此时王岩给他发消息：“王岩，舒姐，我把最近拍的关于运动会和英语演讲比赛的照片发给你，你自己选5张，学校的公众号需要用。”叶舒 OK。 王岩一下子发了一连串的照片，叶舒的手机的提示音一直响个不停。叶舒打开照片，一个个慢慢挑选，视线渐渐锁定在一个照片上。那是叶舒跑800米时，快到终点即将冲刺时的照片。照片里有一个石头投到他脚下的弧度残影。叶舒又仔细往后翻了翻照片，放大看了一下在绿茵场地上观赛的人员。纪年在人群里露出半边身子，手里拿着一块石头，脸色苍白。叶舒皱了皱眉，是他纪年自他转学过来就莫名其妙的老是和他作对，整天都对他阴阳怪气的，实在是令人不解。叶舒自认为也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原本只是吵嘴，现在纪年已经上升到行动上了。叶舒顺了顺头发，盯着照片沉思良久。第二天中午吃完午饭后，午休还没开始，叶舒从食堂吃完饭回来，就看见纪年在和周围的小姐妹聊天，刻意露出最近新买的名牌手表，身边的女生一脸羡慕地看着他。教室里这会儿还没有什么人，只有纪年和他旁边的几个同学。叶舒看了一会，走上前去：“我有事找你，咱们出去谈谈。”叶舒此时的脸上没有笑意，站在纪年的桌前。纪年看到叶舒脸上残留的笑意也倏地没了，背靠在椅子上，暗撇嘴：“咱们班的叶大神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我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和纪年一起玩得很好的同学也跟着在一旁附和。纪年见叶舒还站在他桌前，撩了撩胸前卷曲的长发，不耐烦道：“你如果有事要和我说的话，就在教室里说吧，我不想和你出去。”叶舒打量了一下四周，教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许多同学都从食堂吃完饭回来，看到这边的动静都纷纷往这边瞧。他似笑非笑地看了纪年一眼：“你确定吗？可不要后悔哦。”纪年板着脸切了一声。叶舒见纪年压根没有走到教室外讲话的意思，索性也就不顾忌什么了。“你知道我在运动会上跑800米差点摔倒的事吗？”纪年听到运动会800米的事，心里紧了紧，脸上不动声色。又想到运动会操场上没有摄像头，并且他扔石头的事压根没有人知道，心微微一松，摆着平时仗势欺人的架子，看着叶舒轻嘲道：“知道啊，我在终点附近看到了。话说咱们的大学神也太不小心了，跑步也能重心不稳。”
叶舒直直地盯着纪年的眼睛，一字一句道：“是因为重心不稳吗？”纪年身边的小跟班有些看不过去：“叶舒，听你这话，差点摔跤还能怪到我们纪年身上吗？你可不要污蔑纪年。”叶舒环胸站在纪年桌前，神色越来越冷，和平时那个软妹模样，周身甜甜气息的样子完全不同。纪年站起身，高高的仰着脖子看着叶舒，轻蔑道：“自己跑步的实力不如人，就不要乱怪在别人的身上。还有，不要以为你成绩好就了不起，可以随便污蔑我。”叶舒完全没有想到纪年居然如此理直气壮，他淡淡的看着纪年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从口袋里抽出照片甩到纪年桌前：“呵，自己看。”叶舒今早特地去把照片打印了，才来的学校。本想着私下和纪年谈谈，彼此间有什么误会说开就好了。叶舒一直觉得高中时期读书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伙伴，一起往前走，一起变优秀，这会是一段充实且快乐的时光。但他此时此刻才发现，前进的过程中除了交到朋友，还会遇到奇葩。照片被叶舒一张一张的摊开，放在众人面前。纪年此时死死地盯着照片，不说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得多巧才能把他仅仅1秒的动作给拍到。四周围过来的同学看着桌上的几张照片，也纷纷惊讶地张大嘴巴：“我去，没想到纪年居然是这样的人，真的完全看不出来。瞧他平时高傲的和白天鹅似的，没想到居然会做这样小人的事。”听着周遭的声音，纪年脸色渐渐发白，低着头跑出了教室。叶舒看着纪年跑出去的身影，没有管，把照片收拾起来，重新放回到口袋里，回座位写作业去了。林西西发现他刚才只是去倒水的一番功夫，教室里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听着周围同学嘴里的话题，一脸惊讶地凑到叶舒面前：“天，那块石头是纪年扔的？”叶舒低头看书，淡定地点了点头：“昨天王岩发给我他运动会期间的照片，让我选一选。特别巧，纪年扔石头的画面无意中让他给拍着了。天！”林西西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转头看了看教室后头，发现陆羽和王岩的座位还空着。别找了，陆羽和王岩应该和咱班班长去打篮球了，到时候我应该请王岩喝杯奶茶，感谢他给我们揭秘。见李佳彤没来，林西西就坐在他的位置上和叶舒聊天。我看王岩他知道自己的拍照神技，估计又要仰天长啸了，自吹自捧了。林西西一想到那个画面就实在没眼看，他顿了顿，看着叶舒此时淡定的模样，好奇地问道：“纪年这样对你，你怎么不生气啊？我都替你生气。”叶舒慢慢翻了叶舒，撑着下巴：“我当然很不爽，不过我瞧纪年那副高傲的样子，被别人议论纷纷，估计会难受很长一段时间。他难受，我就开心。我可不是什么大圣母，超度众生，无波无澜的。”第42章，加入数学竞赛培训班，整整1下午，纪年都没有回来。纪年扔石头想要绊倒叶舒的消息被传播得越来越广，校园贴吧上关于这件事情的帖子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每个帖子下面的评论都盖起高楼。更不知道是哪位神通广大的同学把纪年想陷害叶舒的照片发到了校园贴吧上，更是引起了非常多同学的关注。草莓冰激凌，我去，这也太恶毒了吧，竟然陷害同班同学。如影随形，对啊，当时还是运动会比赛呢，怎么一点集体荣誉感也没有。贴吧上的评论越来越多，楼也越来越歪。豆乳玉麒麟，话说叶舒好好看啊。草莓味糖果，我也觉得她好好看啊，我这里还有许多她的照片。草莓味糖果 JPG， 下面评论纷纷一。渐渐的，校园贴吧竟然组织了一次校花评比活动，而叶舒首当其冲，票数最多。林西西把贴吧上的消息给叶舒看的时候，叶舒正在搏击馆训练。看到消息的时候，叶舒满脸问号，这评比活动也来得太突然了吧。而且校花评比的活动中，叶舒被别人上传参加评比的照片，是在他跑800米汗流浃背狼狈不堪时拍的那一瞬间。叶舒要射死了怎么办？回家的时候，周胜从他进门开始就一直看着他。干嘛？叶舒奇怪地问。周胜脸色古怪，上上下下看了叶舒好几眼，半晌缓缓吐出几个字：姐，你居然被选为我们学校的校花了，怎么了？你有意见？叶舒笑眯眯地看着周胜。周胜察觉到危险，但还是负隅顽抗，嘴硬道：姐，校花这称谓实在配不上你爸7侧漏的武功啊，我看还是大姐大这个称谓适合你。叶舒轻哼一声，这还差不多，不过那我就开创先河喽，就当打架很厉害的校花。叶舒每天都按部就班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表执行学习任务，转眼这1周就即将过去。周5数学课结束后，王老师把叶舒叫到办公室里。叶舒啊，你之前刚转学过来，我还不太了解你的数学情况，但经过现在1个多月的观察，我发现你的数学思维很强，基本功也很扎实。叶舒点了点头，等着王老师下文。王老师喝了一口茶，从抽屉里抽出一张数学竞赛集训的报名表。你填一下这张表格，我觉得你有实力参加数学竞赛。镇阳一中的竞赛体系是很完整的，
培养竞赛生的时间也比较早，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就开了竞赛班，每周五都有专门的老师来上竞赛辅导课。在高二还没有文理分班的时候，各班的老师就已经把好苗子挑出来，组成了理科竞赛的班级。高二一班作为理科实验班，大多数人都是数竞生或物竞生。现在高二上学期刚刚开始，竞赛生又要开始继续培训了。因为叶舒刚刚转学过来，就错过了在毕市的高一成为竞赛生的机会。王老师见叶舒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就想把他纳入他的竞赛队伍里。叶舒点点头，接过手里的报名表，填写信息。老王一脸逮着宝的表情，笑呵呵地看着叶舒，鼓励道：“在竞赛培训的地方要继续加油啊，老师很看好你。”递交好表格后，叶舒回到教室，林西西好奇地问道：“老王找你干什么啊？”“他让我参加学校组织的数学竞赛培训。”李佳彤听到这话也凑了过来，一脸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的表情看着叶舒。林西西也是同样的表情。叶舒感觉十分奇怪，忙问：“怎么了？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吗？”林西西在一旁解释：“叔叔你高二才转过来，可能没有听到过咱们老王的威名。他是数学竞赛的金牌指导，曾经带过许多获得全国金牌的学生。”叶舒很惊讶，老王居然这么厉害，他平时一脸慈祥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来。话说，老王来带队，这不是很好吗？李佳彤在旁边肯定道：“的确很好，但老王数学竞赛培训的时候可是出了名的严厉，堪称是魔鬼训练，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见两人这副表情，叶舒好奇地问：“你俩不是数竞生吗？”林西西摇了摇头：“我是化竞生，不过咱们的班长是数竞生，当然还有咱们陆婶、王岩等人都是。”高二一班作为理科实验班，想要参加竞赛的大概有23人，物、化、生数这4门竞赛，再分摊一下参加竞赛的学生人数，高二一班实际上参加数学竞赛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叶舒朝李佳彤抱了个拳：“班长，以后在数学竞赛课就多多关照啊。”李佳彤摆了摆手：“我就靠咱们叶神带飞了。”下午最后一节课上完，叶舒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李佳彤叫住他：“叶舒，差点忘记和你说了，咱们这学期的竞赛辅导这周六上午8点开始，你明天记得来学校啊。”叶舒点了点头，回了个 OK 的手势，朝学校大门口走去。临走前，叶舒又往纪年的位置上看了看，依然没有人。自从上次纪年从教室里跑走后，就已经好多天没有来了。他的课桌上堆满了这几天老师下发的作业，经过将近1周的时间沉淀，贴吧上讨论纪年的帖子逐渐减少，热度慢慢降低，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只不过纪年的小跟班现在每次见到叶舒都会迅速溜走，就和老鼠见到猫似的。校园门口，周胜一如既往地站在学校的铁门前等待，见叶舒出来，朝他挥了挥手。今天司机来接他俩，叶舒和周胜不用走路回家。叶舒坐在车里，撑着下巴看车窗外的风景，和周胜说了一下他明天要去数学竞赛培训的事。周胜淡定地哦了一声，见怪不怪。他记得叶舒没有转学过来的时候，好像和他说过，他高一在 A 市实验班的时候也参加了数学竞赛的培训。姐，我看好你，争取把陆羽给比下去。叶舒自信点头，我争取成为他的克星。第43章竞赛卷。周五晚上，叶舒特意和王教练通话，以后因为要参加数学竞赛培训，每周六早上的学员比斗赛都参加不了了，只能再抽时间和别的学员比斗。王教练在电话里表示，一切都按照叶舒的学习计划来，不会耽误他的学习。实际上，王教练听到这个消息时，在心里默默流泪。他收的这个徒弟学习也太好了点，他作为搏击格斗的师傅，在叶舒高考前都不好意思过多地叫叶舒来训练，生怕耽误他的学习。哎，卑微啊，卑微啊！旁边的李教练看王教练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和变色龙似的，问道：“怎么了？”我女徒弟和我说，明天不来参加格斗训练大赛了。李教练猜测道：“哟，这小姑娘是不是觉得搏击格斗太累了，坚持不下去了？”王教练最近收的女徒弟看着就水灵灵的，听说家里还很有钱，上次交报名费的时候用的就是张黑卡，一看就是教养长大的，估计吃不了搏击格斗的苦。李教练想到这段时间原本对王教练羡慕嫉妒的心一下子就平静多了。王教练瞅着李教练一通胡说八道的样子，凡尔赛道：“哪里啊，是这姑娘数学的资质太好了，被她的数学老师叫去参加数学竞赛集训了。她现在就真的是个大忙人了。周六那天她只能抽空来了。李教练，这小姑娘是真优秀啊，她怎么就收不到这样的徒弟？”李教练一想到她手里都是些四肢不发达、头脑又简单的学员，就忍不住在心里叹气。他懒得看王教练那副凡尔赛的嘴脸，拿着水杯走了。王教练看着李教练灰溜溜的背影，哼着歌，在心里默默感叹：有这徒弟真值了。周六，叶舒吃完早饭就早早的到学校去了。他在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往里走的李佳彤，就和对方一起去上课的教室。上课的地方不在高二一班，王老师新开了一个空教室，作为数学竞赛培训的地方。空教室应该是被调整过的，一间教室里总共就摆放了16张桌子，4排4列，每个位置之间都隔着很远。叶舒和李佳彤都到得很早，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叶舒见前面的桌子都放着别人的学习资料，
只有第4排最左边的一个位置空着，就背着书包在那里坐下。上课时间快到了，参加竞赛培训的同学陆陆续续的走了进来。叶舒发现，高2年级参加数学竞赛的大多数都是他们高2一班理科实验班的学生，只有3、4个是陌生面孔。叶舒的许多同班同学看到叶舒来参加竞赛培训，先是愣了一下，又觉得理应如此，他们朝叶舒打了个招呼，便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上课前1分钟，陆羽和王岩踩着点从教室门口走了进来。看见叶舒的身影，陆羽的嘴角不自觉往上弯了弯。王岩在看见叶舒的时候，就特意观察起陆羽的表情。啧，这还是他高冷的陆哥吗？再怎么装淡定，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此时此刻，老王拿着一沓竞赛试卷走了进来，看见这2个踩点魔王，笑眯眯的把手里的试卷递给他俩，笑呵呵道：“2位既然刚刚进门，就帮我把这沓竞赛试卷发掉吧，是2份不同的试卷。”王岩接过手里的试卷，开玩笑道：“老王，你干脆任命我俩当你的助理算了。你看我俩每次帮你发试卷多辛苦啊。”王老师用手拍了一下王岩的肩：“谁叫咱们有缘呢？都上课前最后1分钟来，不叫你俩叫谁？好了，别废话了，赶紧发试卷。你看陆羽都要发完了。”王岩立马朝陆羽那边看去：“嘿，他陆哥也太不道德了，不声不响的试卷都发光了。”陆羽从前往后发的试卷，当他把手里最后1张试卷递到叶舒手上时，眼前的女孩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打了声招呼。他对叶舒高冷的点了点头，往自己的座位走去。陆羽刚才偷偷观察了一下叶舒的神情，少女眼里见到她的开心不似作假。哼，瞧她开心的样子。陆羽转着手里的笔，余光又看了一眼叶舒，心间似乎被羽毛挠过，又揉又痒。